话说这天下大乱，四海不统，九州百姓朝不保夕呀，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直到一个少年横空出世，力挽狂澜呐！这位少年便是当今翼王，长剑所及之处，更是飓风刮过，止戈为舞啊！乱世群雄辈出，却不及一王万一。这平定四海天下、解救百姓于倒悬的，只有这战神翼王。金面，这翼王可真是个大英雄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天下兴亡成败，不都苦的百姓啊！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说，翼王是个大英雄，他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他死了，我还得陪葬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。走了。这翼王是能文能武，一表人才，乃是无数少女心之所向，可早与那南平郡主定下婚约。好的。姑姑，圣女这些日子带着枪火苦修药膳，甚是辛苦。今日还是由我来炼药吧。那就劳烦姑姑了。对了，刚才我去药房检查，发现缺少了几味药材，不如我带着枪火去罗耶山上采些回来。真的吗？外面一定有很多好玩的和好吃的。枪火，你与圣女一起长大，你怎么就没有学到圣女身上半点沉稳之气呀？圣女既然点你跟着她，对你言传身教，你也该长进些了，好好辅助圣女。瞧你那坐不住的样子，我看你还是别去了，留在这里给我炼药打下手吧。姑姑，圣女出去采药，怎可无人陪伴？而且这一出去就好几日呢。无妨，能够给姑姑打下手，多少医女都求之不得呢。枪火，这段时间你就跟随姑姑好好潜心修学，待我归来时定会有进步，对我辅助也会更大一些。哦，圣女真是深思熟虑啊，只不过一个人出去采药，确实是有些不妥。我从小生在这群山当中，条条小路熟记于心，姑姑岂会不知？若是让这些小姑娘跟着我，万一她们踏完丢失了，我还得费劲的去寻她们，不是吗？那这些时日就劳烦姑姑了，我去就回。好，小心点儿。愿翼王万寿无疆，愿翼王万寿无疆。愿翼王万寿无疆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专门给翼王老儿配药的圣医族。当然，听说现在的翼王不是老儿，而是小儿。不过不管是个什么东西吧，总归他平日里吃的，小到一碗药膳，大到延年益寿的长生不老药，皆是我们圣医族研制的。当然，这个长生不老药嘛，尚在不断完善之中，这个还是要尽早，不然，皇上，
秦董，你带领众将士在此休息几日。本王此次围猎，不日便归。是，皇上。梁国人，随我突围！
重现人间。那灭灵族竟然还没有死绝，能换来幽冥之怒的灭灵族人，绝非等闲之辈。难道是他？轩儿，魔尊，轩儿，世子可有好转？还是老样子，毫无醒来的征兆。那火神称，服下固元金丹，世子3日便会醒来。可现在，都多少时日了，世子至今还是未醒。我看天界的人，果然是不可信。虚放，小王以为，火神是故意置世子们的生死于不顾。现在，炫兽世子昏迷不醒，赤兽世子又疯疯癫癫，魔界后继无人，未来堪忧。这分明就是天界欺压我们魔界的阴谋。轩儿，要是醒不来，我绝不会轻饶了旭凤这个天界小人。杀了这么多官兵，不会是个亡命的土匪吧？医者仁心，有救无类。不过，这个土匪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，吃的都是皮外伤，看来都是别人的血。啊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就你一个人活下来了，命可真够大的。情况呢，有些棘手，不过算你命大，遇见了我医中圣手，不然这小命可难保喽。我现在呢，去给你弄药，好生躺着吧。你这伤口可不是摔伤擦伤，分明是利器划伤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当时明明记得，他的长刀已经向我砍过来了。天界的人，我当时只觉得心口一热，当我反应过来，发现只是皮外伤，那个人胆子小，看一击不中就逃走了。所以具体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道。好险啊！万幸上天眷顾，你人没事就好。你可记得是谁动的手？那个人戴了一个面具，我完全没有看清他长什么样子。奇怪，我们圣医族一向与世隔绝，与人为善，什么人要来杀你啊？我想，他并不是来杀我的，而是因为我挨了他的刀子。对了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姑姑还有长老们，只是皮外伤，免得他们担心，知道吗？
大半夜的杵在这儿干什么？这话我也正要问你。这千年雪参是给翼王做不死乾坤丹的药引，你大半夜拿它出来做什么？对啊，我打算拿它给翼王炼药呢。别蒙我，丹药还没炼出来呢，要这药引子有何用？你是不是要拿去给不相干的人治病？别瞎说，哪有什么不相干的人？刚才给你包扎伤口的时候，你就吞吞吐吐的，一定有古怪。是不是你进山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人？医者仁心，广施人道不分贵贱，平日里姑姑教你的，难道你全都忘了？果然，是谁啊？这件事情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哎，这要是让姑姑和长老们知道了，你就完了。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去送死。这件事情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只要你不说出来，我是不会死的。枪火，可是，锦觅，你可是我族圣女啊！给我，你给我！哎呀，我且问你，我们圣医族立足100年，侍奉过6代翼王，可是有哪位圣女真的炼成了长生不老丹呢？有哪代翼王真的长生不老了？如果真的可以长生不老，为何还会有第6代翼王呢？权贵们求取长生，不过是做一场虚无缥缈的春秋大梦罢了。而我们炼药，明知道不可能，只是自欺欺人。为什么不能把这些药去送给那些需要的人呢？反正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，大伙儿也不能跟着你陪葬。枪火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圣女，你放心，天大的事有我，大不了我最后把这条命偿给他。反正我的命最后也都是翼王的。你不惜命，我却不能眼睁睁看你送死。旁的事我都可以依你，只有此事万万不可。枪火，对不起了。你又……对不起，枪火。女人一方，莫非本王疯了，离魂了？这个人睡相可真差，睡着睡着把衣服给睡脱了。不愧是千年雪参啊！这人为何似曾相识啊？他是哑巴。我怎么失声了？不是我，我竟然失聪了！还是个聋子。我为何要把这该死的剑给捡回来？真是作孽！我，
咦？我难道是他救的？我帮你包扎的。啊，总算是反应过来了。我可是你的恩人，好心救你，你居然恩将仇报！刚才在那里差点把我腰给弄折了。你的衣服脏了，全是血，很臭，穿不了啦，穿不了啦。我究竟是怎么了？那黑衣人什么来路？莫非是南平侯派来的？想说什么？用这个写下来。无计奈何。没想到这个土匪腹中还有几滴文墨，字儿写的倒是不错。病万变，药医万变，可否详告日常饮食？瓜蒌焖称，草乌炖黄芪，藜芦甘草汤，人参玉竹炖鸡，川贝炖鹧鸪。一个土匪的伙食，竟然如此之好。你这个昏倒的原因是与人打斗，体力耗尽所致，但你这个聋哑之症嘛，却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哦，18反，19胃，中毒。半楼、背连击、公乌、猪参、心勺、判藜芦，你每日2餐皆有几样菜式是固定相克的，日日食之，体内淤毒错杂，若不及时救治，不出1年就会毙命。可能医治？非常之急，必待非常之人，易如反掌。瞧你刚才那么穷凶极恶的样子，差点把我给掐死。那就拿你来试几味虎狼药吧，原来都是我自己吃药，如今郡主，平日你并不喜欢这舞刀弄枪的，今日为何训练起这飞黄军来？表哥喜欢啊。大征之势，天子兵强，马壮者为之。我若连这半点军务都不懂的话，日后如何成为表哥的贤内助？王少若是知道郡主这番心意，定当龙心大悦。对了，咱们在此秘密练兵之事，莫要传出去。等表哥回来了，给他一个惊喜。是。叫他们好好练，练好了，本郡主有重赏。是。不好了，郡主，怎么了？王上出事了。什么？天后，请看。这便是你用无血所做的灭灵剑。是。如何使用？安于剑上，进攻射出，神挡杀神，魔挡杀魔，管教对方魂飞魄散，暂无回天之力。很好。元姬仙子那边我已经关照过了，你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是。如果锦觅那个小妖精又回到天界，唯你是稳。屈安明白。
我一定是中了邪。经冒族中之大不韪，拿这么贵重的草药给他治病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医者父母心？哎，算了算了，看在你是我这辈子第一个亲手照顾的病人份上，全当是见面礼了。喏，用我的山葡萄去苦。甜吗？是不是很甜？看样子很甜啊。哦，好酸，酸死了，一点都不甜。骗子，竟敢戏弄我！在下是酸。啊，原来是个醋坛子啊！当你的老婆一定很倒霉。何时何月？不出半月，药到病除。不知医者芳龄几许？山中岁月容易过，世上繁华已千年。或许你该问我高寿。唉，自打我记事起啊，便学着这些玄之又玄、模棱两可的话，不然怎么镇得住族里上至七老八十，下至牙牙学语的姑奶奶们呀？看你的模样嘛，跟我一边大，可是论起道行，哼，你叫我声祖师奶奶也不为过。瞧他年纪不大，言谈举止却深不可测，是得道高人，还是故弄玄虚呢？为何招惹官兵？梁国人。梁国人？那又如何？侵我国土，掳我妇孺，多行不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还蛮有境界的，这么有志气，为什么不从军，反而当土匪呢？啊，我明白了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兵匪不分家嘛。了解了解。啊，高山仰止。哼，绝非儿戏。这个土匪气性怎么这么大？刚刚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这会儿又黑着脸不理人了，脸这么黑，跟乌鸦似的。这么一看，长得还真的挺像乌鸦的，不然以后就喊你乌鸦。呀呀呀呀。为何救我？可别给我扯什么医者父母心，鬼才信。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真应该回去感谢你爹娘，给你生了如此俊俏的面容，我也不会心疼那些用在你身上的名贵药材了。物竞天择，医者不过是顺势而为，天选之人必有贺福，莫忘兼济天下。死了上百号人，熏得漫身遍野都是血腥味，就你命硬活下来了，不捡你捡谁啊？不过，反正是捡来的，不如就帮我试药喽，也算是兼济我们圣医族了。别人手谈式下棋，而我们可是名副其实的手写谈天。不跟你说了，我要下山了，去采办些粮食。走啦。
放心放心，合身的衣服我会想办法帮你找的。不过，你穿你这样的样子，还挺好看的嘛。善言存骨。拜见郡主。这都多少日了，还没有王上的音讯吗？神策府已经派出鹰骑12位，秘密发赴各州郡寻找王上。几对暗哨顶什么用？为何不派大部队？眼下两国陈兵边境，虎视眈眈，值此多事之秋，人心不定。众侯爷一致商议，此事不可声张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？表哥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看你们谁担得起？末将誓死追随王上。报！秦将军，急报！何事？据报，10日前王上一行人在罗叶山遭遇梁国军队伏击。可是见到王上了。除王上下落不明，随行10余亲卫无一幸免，全部殉职。他们遭遇了多少敌军？山中敌军尸首约200，当时全歼。王上出猎当日，仅带了18名亲卫，鱼龙白服，甲胄不全。我去找爹商议营救之策。郡主。你尚未出阁，竟说此话，成何体统啊！女儿跟表哥指腹为婚18载，婚事可是先王当年金口玉言定下的。整个怀乌谁人不知，谁敢笑话？我心里早就把自己当成义王宫的一份子了，视同他生死与共。他若大难不死，自是皆大欢喜；他若身遭不测，我便是他的未亡人，绝无二话。爹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说此话实要剜爹的心呐。女儿不孝，让爹伤心了，剖心吸肝，只是为了让爹明白，为了表哥，穗禾没有什么赌不起的。爹明白，爹都明白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起身，稍安勿躁。爹也是刚刚接到消息，去和副相他们商议。如今内忧外患，得想个万全之策呀。兵贵神速，我等爹到子时，若你们还议不出个头绪，我便带我的飞黄军先行一步去罗叶山寻人了。你万万不可涉险呐！哎呀，此事还是交给爹来处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说服副相他们，派人迎回王上。多谢爹爹，那我等爹的消息。这是何意？你是聋哑，又无断手，又无断脚，怎么连衣服都要我帮你换？难道外面的医者都要负责给病人穿衣？这是谁定的规矩啊？磨蹭什么？还不快给本王更衣？我堂堂圣女，却沦落到服侍你，真是。梁国内军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东西，10倍100倍的兵力都对付不了一王一个，还需我们善后。你速带兵去罗叶山一带搜索，带回的只能是他的尸体。末将遵命。这些都是凉血、止血、祛瘀排毒的良药，药汁从双手毛孔中渗入，内外兼治，疗效好。总算有人帮我洗这些带刺的草药了。
白药外敷。终日以沙覆面，精通医术，处事通透，有时又不通人情世故，莫非是圣医族的人？此非君子之道。他既然救了我，总不会害我。人人都有难言之隐，愿意坦诚相见，自会让我看到。这几日辛苦你了，好生歇息吧。虽然他是个杀人如麻的土匪，但几日相处下来，发现人并不坏，还很守规矩。看来落草为寇也是情非得已啊。生逢乱世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不能再戏弄他了，得好好给人家治病。怎么了？我好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摔了一跤。我皮糙肉厚的，习惯了。没事的。没想到这些天咱们都产生默契了。我刚才这么一摔，你就跑过来了。太阳昨晚睡得不错吧？我加了一些安神助眠的药。早上看你睡得那么沉，不像平时睡觉那般吱哇乱叫、乱踢乱打，总算是睡了一个踏实觉。你每天刀头铁血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？好了，好了，进去吧，啊，我自己就行啊，进去休息吧，去吧。怎么样？今日感觉怎么样？我失踪多日，此刻外面定然大乱。倘若他知道我能开口，对我的事定会有诸多疑问。眼下局势错综，不明他的底细，也不便把他牵扯进来。他对我知之越少越安全。一如昨日。可曾听到什么响动？我学艺15载，对症下药还是10方在行的。按说这个方子
不出3日他便该痊愈，这都10几天了，怎么毫无起色？难不成是我诊断有误？可惜，枉费你一番苦心。不必担忧，山中救你，此时一机缘，医者面前有救无累，只要你肯潜心向善，我定会助你早日康复。神佛在上，丫丫误入歧途，若能痊愈，信女必定劝他放下屠刀，改邪归正。看我干什么？医者为何终日佩戴面纱？我长得这么美，随便揭开面纱给你看，万一你见色起意，我岂不是自寻死路？庸人自扰。貌丑无颜，不堪入目。医者从何而来？可是常居此处？竟然怀疑我的医术，我才不告诉你，我是圣医族的圣女呢。可惜我已经知道了。不过，你就会是圣女，圣医族无人了吗？从来出来到去出去，行踪不定。不知医者名讳？名讳，自然要避讳啊。果然是个不通礼仪的土匪。算了，反正你也听不见。我叫锦觅，繁花似锦觅安宁，淡于流水度此生，厉害吧？无名无姓，不过凡尘走一遭。啊。什么时候才能放晴啊？这样我才能去给你采药呢。锦觅，你也想蜜儿了？放心，她很快就会回来的。顽皮。行了，自己去玩吧。叔父。叔父，叔父，叔，看蜈蚣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害怕了吧？蜈蚣，我打算过几日啊，过几日给你入药的。你吞进去了，你把它给吃了，你是公鸡吗？也好也好。这样比晒干了疗效更强一些。前年与梁国交战，本王被困独谷8日，全靠蜈蚣蝎子国服才拿下云岭天险，想吓我？哼！我今日在悬崖上逮到了一些有趣的小物。这家伙虽然外壳硬硬的，不过呢，肉体细腻柔软，看上去口感很好。到时候入药饮一并吞服了吧。
哎，我都忘了，你听不见。就是这个。蜗牛，你居然害怕蜗牛？有毒的不怕，没毒的反而怕。你这个人真是有意思。好吧，好吧，那这个就一起入药引了。你这病久不治愈，今日便试试这药浴吧。好，你这土匪本该粗黑蛮横些。可是你长得怎么跟妖孽似的？书上怎么说来着？对，唇不点而珠，眉不画而黛，肤若凝脂，色若桃李，说的就是你，肯定是你，而且你还识文断字。在你们寨子里，就算不是个总瓢把子，但是狗头军师、压寨夫人的级别，肯定是有的。我可真是聪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的鱼都需要多泡一会儿，这样才能清除。多泡一会儿啊，好好清鱼毒。哇，刀枪剑戟。斧钺钩叉，边陲桂树，怪子流星，这是跟别人打多少架呀，才能攒齐这18般兵器的伤疤？我把你从死人堆里拖出来，可是费了好大心力医你呢。现在这条命可金贵的很，浪费了我这么多的药材。你以后不能再糟蹋自己了。我那天已经许愿了，等你好了以后，定要劝你向善。金盆洗手。好，你可真啰嗦，还要磨到什么时候？这个叫做冬虫夏草，补肾、益肺、固本培元的良药。听不到。它们长在高山之上，半生为虫，半生为草。冬虫虽死，来年夏至却化为治病救人的良药。它们从土中破土而出，比起鲜花蝴蝶，这才是真正的脱胎换骨，破茧成蝶。赶紧走吧。
长居深山，以整何感寂寞？白驹过隙，万物皆浮云，何为寂寞？成天要背诵那么多医书要领，还要试药炼药，还要糊弄族中长老医姑们，哪里有空寂寞？倒是那些闲得无聊的文人骚客才喜欢无病呻吟吧。难道他看出我在装作丫丫，我发现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感到前所未有的自在。大概是因为你听不见吧，我才可以畅所欲言，不用像平时那样装模作样的。表面上要端着一族之长的模样，言语上还要老气横秋的，思量再三才能开口。丫丫，你真是世上最好的倾听者。奇怪，这段时日怎么总是心悸呢？没错呀。叔父，刚刚被太子仙人强拉着灌了几杯黄汤，走路发飘，老夫还以为飘到你玄机宫去了。唉，大侄子一向守得清寒，今日怎的耐不住寂寞，也来找叔父讨红线了？是来还红线。况禄年幼不知事，乱要红线，是润玉管教无方，还望叔父见谅。哎呀，区区一根红线而已，你留着玩，中意谁就拴一个回来。叔父，你又在取笑人了。试问这偌大天界，还有谁不知道润玉的心意呢？哎呀！我的药！哎呀，我让你看着，你怎么睡着了？还好，康静灰了一夜，这夫子内部中空，说明毒已经去了7、8分了。还有2分毒。还需连续蒸7个时辰，方可将余毒尽除。今日方知，医者不易。都说我们行医之人是治病救人的，但实则是抢人，与天地抢，与万物抢。与阎王抢，与光阴抢，天地万物都蕴藏着医道精华，然而却并非手到擒来。譬如附子、蜈蚣这些毒物，谋事在人，尽力而为就好了。我跟你说这么多干嘛？你又听不见。
丫丫，你能听到了？丫丫，听见了？没听见，你敲什么敲啊？那么喜欢敲，还不如去当个乐师呢。当土匪可惜了。你还真是为我操碎了心啊！等把这些肤子上的毒全部蒸掉以后，我就能给你配新的药了。马蹄声3响1轻，矫正不快，温血马是南平侯的赤练军。好像是官兵，走！哎呀，别管这些了，我带你上小道，走！快，搜仔细了！是。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干什么？那边可搜过了？都搜过了，此处人迹罕至，无人居住，只有猎户和圣衣族的人偶尔来采药打猎。去附近村镇搜搜，遇到冒充王上者，格杀勿论。撤！是。冒充本王，怕是给师君找借口吧？看来之前在我食物中下毒，勾结两国社府，多半是南平侯所为。狼子野心，得早日回去料理。为何心跳得如此快，心口又酸又胀？以前从未有过这种感觉。世纪从权，唐突姑娘。隔着面纱，不算唐突，没事，没关系的。没想到丫丫不光武艺高超，厨艺也如此了得。厉害！朕今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粗茶淡饭，聊表敬意。拿着，我不要。虽然你是我的病人，但是我已经把你当成我的朋友了。我从小在圣衣族长大，与世隔绝，认识你，我真的很高兴。
医者若将我治愈，来日必达成医者一心愿。一个土匪能完成我什么心愿啊？好意心领，只是我知心愿君未必能达成。他日君若有愿，我能为你达成，也未可知。一言为定。还真不客气。就这样，还得了我的承诺。不过山高水长，以后呀，我们肯定无缘再见啦。你们土匪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，我虽不用打打杀杀，每天提心吊胆的，其实与你殊途同归。我每一日都是过一日算一日。我虽然学医15载，精通医术药理，但你却是我第一个病患，好笑吧？我身为圣医族的圣女，活着的意义就是一件事情：给医王研制长生不老药。若是炼制不成的话，医王双腿一蹬，两眼一闭升天之时，便是我的死期到了。医王生的时候，我是他的药罐子；医王死的时候，我是他的陪葬品，跟随他的灵柩一起被埋入地灵，以一生圣洁之魂来超度他。不过听说那个义王东征西战的，杀戮太重，估摸着也是个短命鬼，所以呢，我也活不了几年啦。来，丫丫，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，谢谢你，让我在蝼蚁一般卑微又渺小的一生当中，第一次知道活着的意义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痊愈，但是因为你，让我知道，在活着的时候去帮助别人，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。哎呦，瞧我这个记性，我都已经忘了，你听不见。总之，丫丫，谢谢你。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锦觅。南平侯此番怕是蓄谋已久，现在回翼王宫恐有危险，还是先去北岳山庄，那里是我心腹军队驻扎之地，最为安全。之后再从长计议吧。丫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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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跟夜露似的，凭空就蒸发了？姑娘壮次，缠绵病榻月余，西来姑娘精心照拂。昨夜病已痊愈，因家中有事，请恕在下不告暂别之过。萍水相逢，必经殊途，在下生平不轻言诺，
一诺既出，万山无阻。善报奉提，珍重。病一好就连夜遁了，难道连个当面告别的时间都没有吗？又不收你诊金。拿走了千年雪参可是大过，也不知道姑姑他们预备怎么罚我。唉，反正我皮糙肉厚的，见机行事吧。姑姑，香火，圣女回来了。圣女，吃过饭吗？还有剩的吗？我给你下碗鸡蛋面。慢点儿，急什么呀？总是这么不稳当。诶，他是忘了吗？来，给我吧。哦，多谢姑姑。圣女此去罗耶山1月有余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吗？收获颇多。近日我会理出个条目来，给小姑娘们授课。我走的这1个月当中，族中可安好啊？好，好得很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锦觅，我没告诉他们，这事说出去，指不定族中长老们要怎么发付你呢。后来我想了想，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反正翼王也不会长生不老，倒不如把药送给有需要的人。雪参和你，我自然选你。好枪火，我就知道你是我肝胆相照的好姐妹。不过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下次可千万别做这种事了。明白了。反正以后也没有千年雪参让我拿了呀。对了，你用千年雪参医治的那个人病好了吗？好了。不过，本圣女第一次出手，便遇到一个疑难杂症。这书上说3日便可以痊愈，到我这儿整整拖了1个月。我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，书上的话不可尽信，还得靠实践出真理呀。走吧。国不可一日无君呐！此番续奉一去不返，凶多吉少，就该速速的发丧。如今怀吾内忧外患，爹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表哥一定还活着，我要亲自带人去罗耶山找他。天下好男儿万千，你是爹的女儿，何愁找不到一个好夫君呢？又何苦为了一个续奉这般的执迷不悟嘛？爹，你该明白，穗禾此生唯一夙愿便是嫁与表哥为妻，生做他的人，死做他的鬼。我不信老天会如此残忍，将女儿这唯一的夙愿夺走。我一定会找到表哥的，此事万万不可发丧。你，侯爷，见过侯爷，见过郡主。何事如此惊慌？禀报侯爷，翼王他平安归来了。什么？翼王他真平安归来？是的。他现在在何处？此时应该已经回府了。
是谁？为何鬼鬼祟祟不肯现身？现身吧！离他远点儿！小子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先除掉这个家伙。小心！没事吧？回禀郡主，王上正在休息。那我进去看看他。王上吩咐了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也不许打扰。你敢拦我？军令不可违，还请郡主见谅。今日见不到他，我是不会走的。祁东啊，在。你去处理一下。是。让开！郡主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还是你办事利索。王上过奖。你是如何将他打发的？王上身体虽已无大恙，但日夜兼程赶路归来，甚是疲惫虚弱，需要休息，实在不便打扰。还请郡主明日再来，王上定会相见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替本王做主了？钦东知罪。本王打猎的消息，必是有人透露给了梁国。王上可是怀疑有内鬼？好了，既然今日需要休息，便不劳心这些事儿了。明日再说吧，下去吧。臣告退。
伤竟然也恢复了大半。皇上，若朝中真有人将您打猎的消息透露给梁国，此事非同小可。请将此事交给臣去调查，臣定会尽快抓出这个内鬼。有劳南平侯费心了。是。皇上，看来您的身体还是很虚弱，城中御医医术有限，不如将圣医族的圣女请进城来，为王上诊看。圣女，锦觅，绝不能将她牵扯进来。本王已经好多了，不必这般大费周章。王上，你乃怀吾之本，绝不可掉以轻心呐。况且圣医族的使命就是确保王上健康安泰，此时招圣女进城，再合适不过了。皇上，臣以为南平侯所言甚是，还望王上尽快招圣医族圣女前来，替王上好好调理一番。臣也以为此举甚妥。南平侯的动作倒是快啊，才说要将圣女请来，便已经问我要了诏书，派人去请了。秦董，挑几个精英心腹，暗中跟着南平侯的人，务必保证圣女的安全。我去保护圣女？你亲自去，我才放心嘛。如若已有人对王上起了杀心，属下实在放心不下。无妨，本王自有打算。属下这就去准备。表哥，今日身体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昨日听秦童说你的身体还十分虚弱，我便向府上的药师讨教了一番，选了最好的材料，亲自熬了一盅汤药，可以缓解表哥的虚弱疲倦。你有心了。表哥，你可知道这段日子我有多担心你？汤药留下吧，今日堂上议事，耗费了些精力，我想休息了。来人，把汤药收下。可是，你何时会回头看一看我这一片真心？替我尝尝山葡萄，看起来很甜的样子啊！好酸啊！骗子，你个骗子！哎，你快过来！事儿啊？你看，看看，这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对呀，说什么了？说我闪电来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什么也没说。
去放风筝，被姑姑知晓了。我也不知道。圣女，可知为何要来圣女殿？锦觅愚钝，还请姑姑指点。我问你，雪参去哪儿了？这雪参怎么会不见了？若不是都城的人来查问，我们与众位长老将药房清点检查了一遍，也不知道何时才能发现雪参不见了。这雪参向来是由你保管，如今怎么会不知去向呢？这个嘛，糟了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逮到了。圣女，雪参到底在哪儿？姑姑，不死乾坤丹已经炼成了。什么？不过丹药被我给吃了，因为我唯恐出半点差池，所以锦觅带翼王尝下这个丹药，来做试验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居然吃了！姑姑，锦觅事先没有跟姑姑还有各位长老商榷，擅自做主，还望姑姑责罚。你岂会不知雪参千年不遇？没有万全的把握，怎能轻易加入药引？姑姑，是羌活前日身体不适，便擅自拿了圣女的丹药。本来还以为是普通的丹丸，谁知竟是不死乾坤丹。你不是姑姑，跟羌活无关。他想带我受过，此事都是锦觅一人所为，锦觅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不是的，是羌活的过失。不是的，是我，不是羌活，不必袒护我。姑姑，参见圣女，参见姑姑。翼王下了诏书，差人来请圣女。完了，这个多命贵，不会让我去殉葬吧？听说翼王最近身体抱恙，邀请圣医族圣女前去医治调理。翼王身体抱恙？锦觅，翼王若是有个闪失，你可如何是好啊？姑姑，不如先让锦觅去为翼王医治，若锦觅身体无碍，说明丹药已经炼成，到时候锦觅会再寻一颗雪参，将不死乾坤丹炼成。姑姑您放心吧，锦觅定会以历代圣女为榜样，牢记圣医族的族规族训，不会辜负姑姑还有各位长老的教诲的。事到如今，再纠缠对错也是枉然。你去看一下翼王现下的身体如何再说吧。是，锦觅先去接诏书。翼王，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！姑姑，此去不知归期，若届时有万一，下一任圣女由姑姑定夺。不必担心族中之事，姑姑都会处理好的。北苑山庄规矩多，比不得在圣医族自在。你一定要处处小心，千万不可逾矩，亦不能忘本，要时刻谨记你作为圣女的职责。是，锦觅会谨记姑姑的教诲的。羌活，照顾好圣女，随时回禀翼王的身体状况。姑姑放心。各位长老，姑姑多保重。姑姑，乾坤丹确实为锦觅所食，若到时只有羌活一人归来，请姑姑莫要怪罪他。不错嘛，羌活，这次我们两个配合的还是很默契的。圣女真是越发大胆了，竟敢和姑姑撒谎。我也是不知死活。
王，你看，那个看起来好好吃啊！停车！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哎，看看吧。我要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啊，好，我给你们包起来啊。都买了，够吗？啊，够了。谢谢。谢谢啊，走好。慢点。早点。锦觅，这个从未见过，看起来好好吃啊。好吃的。既然你觉得好吃，那就全买下来。好吃吗？来，姑娘，你尝尝。别尝尝。面纱。哎，姑娘是个孤儿吧？在下从来不轻易给人算命，只选有缘人。我看二位一定是从小到大的至交好友，有着过命的交情，而且啊，还身负重任。哎呀，此番怕是要有一劫啊！这位先生，你说的是什么劫呀？天机不可道破呀！姑娘本是仙女下凡，还真像。过去从未有男子见过我的真容，这画像却与我如此相像。难道他真的是世外高人？而且姑娘此番下凡来是为寻找一挚爱男子。男子，那可就不准了。我们少女从不谈婚论嫁。那男子是谁啊？此男名曰颜佑。颜佑。这个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呀？10男10女。这个就是我的那些鉴赏批注啊，以作备忘。6界美人图谱。在哪跑？快去！你什么人？在下只是一介潦倒的算命先生，看着二位官爷的面相，可是马上要倒霉了，要小心脚下。姑娘，请上车。走吧。走。哎，姑娘，我还没算完呢，你去哪儿啊？这位官爷，这位姑娘要去哪儿，恕在下无可奉告。今日公务在身，可惜没办法向先生请教了。不过，明日我等在北苑山庄办事，先生可否前来一叙，为我们算上一卦，定有重谢。是，好说好说。快走。是什么地方？这里啊是留香居，这是城中最好的茶楼。姑娘一路辛苦，去里面喝杯茶休息片刻，再入府也不迟。姑娘请。
侯爷请。这位，想必就是圣衣族的圣女吧？这位是南平侯。侯爷什么来头？拜见南平侯。坐吧。本侯今日亲自来见你，就是因为非常担心翼王的身体，这事关怀吾的社稷呀，所以想与圣女仔细的商议商议，如何调理翼王的身体，使他能够健康长久的为怀吾百姓造福，保怀吾国土兴盛。南平侯请放心，翼王的身体乃是我们圣衣族全族人心之所系，也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来医治好翼王的。圣女真是有心了，不过我有些具体事宜，想与圣女单独商议一下。两位请。那好。方才那个南平侯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呀？翼王的状况，我希望圣女能随时保佑我。我要知道他的病到底重不重。我知道圣衣族一生的使命就是效忠翼王，可你该想想清楚，是翼王他一条命重要，还是你们圣衣族合族110条性命重要？按照你们圣衣族的族规，如若翼王身死，圣女是要去殉葬的。不过嘛，如若你按照本侯说的去做，我不但能保住你的一条性命，还能保圣衣族合族上下平安。哎，你怎么都傻了？该不会是那个翼王真的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了吧？没有，侯爷就是让我多多留意翼王的身体，为他调理罢了。啊，那便好。这一路进城倒算是太平，只不过进城之后，突然间冒出了一个算命先生，很是神秘。随后南平侯的人又将圣女接进了留香居饮茶休息，因人多眼杂，我不方便跟着，是以未进留香居。随后南平侯的人又将圣女送回了驿站休息。算命先生，那你一并去查查。是，那留香居那边，先查这个算命先生吧。留香居里的事儿不用查，我也能猜到几分。是。他是把整个圣衣族都搬来了吗？锦觅，在朝局稳定之前，我本不想让你来此涉险，但你既已来了，我便无论如何都会在这乱局之中保你平安。唉，看来这翼王并不如我们所想这般病入膏肓。这都进府1日了，他也不急着宣你去看病。不过，他给我们送的这些食物倒甚是美味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哎，有一件事说起来真奇怪，我刚刚听那些侍女们说，这北苑山庄一个妃子也没有，
可自古帝王不都有个3宫6院吗？而且我听说这一王英姿无双，容颜绝世，城中倾慕他的姑娘们数不胜数。可是这府上又一个妃子也没有。金蜜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呀？那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强火，你可知道你的名字是为何意？辛温，气雄而散，发表力强，主散太阳经风邪及寒湿之邪，有散寒驱风、胜湿止痛之功。故外感风寒，头痛无汗，有印寒湿痹、风水浮肿、疮疡肿毒皆可用之。没了？没了。要我说，你还真是读书不会抓重点，习术不精，怪不得你这些年一点进步都没有呢。那还有什么呀？羌活的主要功效是温肾助阳、纳气、止泻，用于阳。总之，与男性隐疾有关。哎，算了，你自己慢慢领悟吧。圣女，王上宣您过去看病，秦童大人已经在门外候着了。圣医族圣女给医王请安。坐吧。谢医王。还请王上把手伸出来，臣好为王上诊脉。观这脉象，不浮不沉，节律均匀，从容和缓，流利有力，没毛病啊。可诊出什么没有啊？王上这几日可有觉得何处不适？心、肝都感到不适，而且常常头晕眼花，食欲不振，睡眠不深。不对，这些症状说不定是翼王说出来故意混淆视听的。莫非他真的有那方面的隐疾？王上实在无需挂虑忌惮。臣虽然是位女子，但首先是为医者，其次才是女子，而自古便有医者无性别之说，所以王上大可不必避讳。舔言说句大不惭的话，臣在此方面剑术颇丰，精于钻研，恐怕这世上无出其右者，是以臣建议王上可以试一试羌活这味药材。羌活？正是，此药除了可以散寒、祛风、除湿，还可以治疗王上的阳。还可以治疗王上的肾虚。你在此方面剑术颇丰，精于钻研，这是你一个女孩子该说的话吗？王上实在无需多虑，圣医族本就是为王上的安康而存在。若王上可以安康的话，臣便是殚精竭虑也在所不辞。你想多了，你在此番是无用武之地了。本王好得很呢。你可知今日本王为何选你过来吗？臣不知。
不是我和丫丫的手谈吗？怎么会落到翼王的手里？王上，这些，你可认得？认得。可有想说的？王上，臣罪该万死。你有何罪啊？臣为了救臣的一个身受重伤的朋友，便把不死乾坤丹的药引雪参给他吃了。但是臣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是王上的敌人。臣把他救治之后，他便不辞而别，所以臣并不知道他身在何处。敌人？那你可曾后悔救了他？从未。所谓医者仁心，是为行医者，路遇病危之人，怎能见死不救呢？就如江湖上的侠士，路见不平，自会拔刀相助。是以，臣救了丫丫，全出于本能，臣绝无半点后悔。王上，如果您今日想赐臣死罪，臣绝无怨言。但圣医族合族上下并不知此事，还请王上莫降罪于他们。王上，若您真的要处死臣，能不能一刀给个痛快？这样便是最好的。你当真愿意为了丫丫去死吗？迟早一死，只求王上不要怪罪圣医族的人。殿下，你要出门吗？况洛，我要出去一趟，你看好玄机宫。是。行了，起来吧。臣不敢。那你把头抬起来，看看我是谁呀？王上面相龙威燕汉，有鹤兹之威，颜颜若孤松之独立，巍峨如玉山之将邦。王上有着让臣不敢直视之凌冽光芒，朽木不可雕也。来，你看看。臣不敢。我是谁？臣不敢。我是丫丫。吓死我了！哎，你能说话了？你能听到我说话了？那你怎么不去当土匪？你怎么跑到这儿了？你穿成这样吧，还确实挺像王上的。你不会真的是王上吧？王上，我臣知罪，臣知罪。王上，您不会杀了臣吧？我何时说过要杀你啊？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一因祸得福了吧？丫丫走的时候说会报恩的，如今她叫我来，该不会是要报恩吧？报恩就报恩嘛，王家排场就是不一样，铺垫还这么长。皇上，有战报到了。圣女已诊断完毕，你随我去书房吧。是。没想到丫丫竟是翼王，看来我这条小命算是保住了。可是我还未诊出翼王的病情呢，南平侯那面该如何交代？那给翼王下毒的又是何人呢？原来
丫丫就是翼王，翼王就是丫丫，世事难料啊。不过这上面批注的字，怎么跟丫丫写的一模一样？难不成这个丫丫居然骗我？我就说嘛，我配的这药方3日内肯定能够康复，居然骗我假装听不到，还把我说的全都写了下来，这不诚心让我出丑吗？罢了罢了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只要丫丫能够平安无事，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大神仙，大神仙，求求您显显灵吧，显显灵吧，保佑丫丫，保佑翼王身体健康，万寿无疆，这样我也好晚点陪他一起下黄泉路，保佑了，保佑了，保佑了。锦觅姑娘别怕，大神仙真的显灵了！大神仙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真的不是在做梦，我从小就梦到你，我跟别人说啊，他们都不相信，没想到我今天真的看到神仙了，我真的看到你了。从前我只得以元神在梦中陪伴你，如今我若再不现身，只怕我再也留不住你了。此时此刻并非梦境，我之前在梦里看到你，你从来不言语，你是药王孙真人，感我勤学勉励，遂下凡显圣鼓励我的。非也。那您是哪路神仙啊？在下不过是个放路的散仙。那你的路呢？路没带，就带了一个人。放路的好歹是神仙，为我这一介凡人显灵，已是难为大神仙了，我却还揭别人的短。唉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他一定觉得有失颜面。哈哈哈！锦觅以为大神仙这个职务甚有前途。这个话本里讲了，当年齐天大圣孙悟空也是从碧玉马温这样畜牧行业当中脱颖而出的，后来西天取经，何其风光啊！佛祖还给他奉了一个斗战胜佛的名号。还有那个8仙张果老儿，他成仙前还是放驴的呢，后来不是光耀体面的很。是以锦觅认为，大神仙的前途不可限量。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？什么一模一样？我跟谁一模一样？一位朋友和锦觅姑娘说过一样的话。我竟然有幸跟大神仙的朋友说过一样的话，那您的那位朋友也是神仙吗？正是。嘿，没想到我还真的有几分仙缘呢。缘分匪浅呢，锦觅姑娘，以后换我润玉便好。可以吗？润玉仙。那日救我之人的气息，竟将我引来了这里，是巧合还是什么？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用灵力救我？
又为什么潜入北苑山庄？灭灵剑！这招式……你可是我曾经相识的一位故人。身为魔界的公主，看到灭灵剑，不是应该一心只想着杀了我，何必分长问短？原来竟没发现，我们魔界的天穹竟是这般好看。不愿人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这是什么？今天是公主的生辰，我看王府上下都堆满了贺礼，我希望公主不要嫌弃我这份寒酸的礼物。6界各处送来的贺礼，每年都是那些花样，早就腻了。我是顾及父王的面子，走个过场罢了。若是不能叫我满意的话，就罚你把我库房中的东西统统搬到你那儿去，免得白白占了我的地方。但求公主不要嫌弃就好。这是什么宝贝啊？有何特别之处？这是我去凡间的远江之地寻回的一块至纯黄铜片。原来你不见了3个月，就是去寻此物啊？我观察过公主的兵器，你的魔骨鞭不像其他的刀剑那样比较容易镶上物品，所以我便寻回这块黄铜片，将来刻上公主的名字，刚好可以镶得上。你怎么知道我羡慕炫兽的剑穗啊？既然这样，我们赶紧刻字吧。公主且慢，倘若用法术，那跟普通的那些贺礼又有什么差别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惊天动地，我们一起刻上的名字，一起消磨的时光，即便过了千年万年都不会消失，会成为我们之间永远抹不掉的回忆。这才是我要送给你的贺礼。算你有心，我会永远带着这个礼物的。是你的声音，木子。公主，你认错人了。那你可敢以真面目示人？你我并非同路之人，不必相见。那你为什么带着灭灵剑，又为什么闯入北苑山庄？可是冲着旭凤，你可知让他神元俱灭的后果？木子，我知道是你，你刚才的招式和从前一模一样。公主还是照顾好自己吧。木子，木子，你出来！木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你出来见我一面！你为何装作不认识我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
把我的婚姻还给我！我死！还给叫我来这儿干嘛？你送我一份让我如此中意的贺礼，我自然也应该回礼一份啊。你看，心。现在，我把我的心送给你，你可要妥善保管。好。我答应你，我会把它带到离我心最近的地方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好吗？对不起，我食言了。皇上今日又有何不适？胸闷，气短。观这脉象，气息平稳得很呀。可诊出什么没有？若是王上胸闷气短，臣这就为王上调一副滋补之药，补补心肺，保准王上喝完以后便可以呼吸顺畅。本王今日不但胸闷气短，还头痛欲裂。怎么又为难我？这脉象没问题啊。可诊出什么没有啊？皇上连日来劳心国事，忧虑过度。这样，我为王上开一副安神之药，保证可以缓解王上的头疼之疾。哎，本王今日不但胸闷气短，头痛欲裂，还食不知味，寝不能眠呢。为何日日都要给我出难题啊？这脉象明明好得很啊。可诊出什么没有？不知王上这种症状起于何时，持续多久了？不见你时，一直如此；见到你，会慢慢缓解一些。本王听闻圣医族的医术，天下无人能出其右。你身为圣医族的圣女，进府数日，还未诊断出本王是什么病症，成天拿些无用的汤药来敷衍本王，你不觉得汗颜吗？恕臣愚笨，请王上再给臣一段时日，臣定能治好王上的顽疾。这一王可别是害了相思症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？这一王连我长什么样都没有见过呢。要是相思症，他也是相思别人的。哎，对呀，你说这一王会不会就是因为思虑旁人害了相思症？
我就说你学艺不精吧，我就问你，这哪本医书上提过相思症？去，赶紧给我找书去。要是治不好羿王，我们都得被连累的。知道了，快去。相思症。听说这几日王上总是隔三差五就要召见那个什么圣医族的圣女，在寝室一待便是许久。从前穗禾郡主来了，王上总是2句话就给她打发了。看来王上对这个圣女很是不同呢。可不是嘛，王上对那圣女可真是用心。你看近来进贡的新鲜水果，每日都往圣女那儿送。莫不是王上对那圣女？哎，嘘，这是北苑山庄，有些话呀不要乱说。走了。圣女，这是南平侯让我带过来的，希望圣女能好好回答上面的问题。5日后此时，我会来取走圣女的回信。想什么呢？枪魂是你啊？你没想什么？锦觅，你观羿王的脉象，可有性命之忧？既然如此，为何我们不早早回去呢？王上虽然没有性命之忧，可是身体不适却是事实啊。我们既然来了，怎么可以无功而返呢？如果诊断不出他的症状，岂不是给我们圣医族蒙羞？再说了，如果他不调养好的话，早晚还是我去给他陪葬啊。你说我说的是吧？你说表哥常常召那圣女去寝殿，一待便是许久。府里的人都说王上对那侍女很是上心，很是不同呢。表哥近日身体抱恙，圣医族医女的医术在天下数1数2。那圣女专心替表哥诊治，在他那待的时间久也无妨。你莫要跟他们瞎猜。是。对了，你可知那圣女的名讳？好像是叫锦觅。锦觅。看来王上这2日胃口倒是不错。是啊，不过此事可不能让圣女知道，否则这场戏就白演了。说起圣女，这2日派人送过去的饭菜，她一口都没动。可是不可口啊。据圣女的侍女说，圣女她病了，今日王上的传召，恐怕也来不了了。怎么不早说？那日风大，让你别在院中坐那么久，你偏不听。这下好了吧？来，快把药吃了，赶紧好起来。圣医族医女羌活怎么病了？回羿王，圣女只是感染了风寒，吃了药休息2日便好，并无大碍。这都已经有2日了，怎么还不见好？不都是圣医族的人吗？怎么这点小病都看不好？这个羿王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难道是气我不能去给他看病吗？可是他今日精神头倒是好得很啊。退下。是。
皇上，臣不必了，我允许你以后不用向本王请安了。帅气无两，温柔无限，未来的翼王后真是好福气啊！我自己来就好。本王的葡萄都是甜的。旭凤，从小到大我都让着你，可锦觅，我不会让。锦觅，不知这圣女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是何人？属下参见随和公主。公主。属下是奉天后之命来开启公主的仙家记忆。什么仙家记忆？你到底在胡言乱语些什么？得罪了。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可知道我表哥是什么人？狂徒，看我不杀了你！这应该就是干娘说的灭灵剑了吧？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如此不好对付？枪火，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？
上，圣女的风寒可见好啊，本王还等着你给我治病呢。臣已痊愈，劳烦王上惦念了。王上，您近来可还有胸闷气短、头疼欲裂等不适症状吗？要不你再给本王诊一诊吧。笑得这么春风和煦，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嘛。昨日他来时步履生风，面色红润，此刻气息均匀，神采奕奕，实在不像他口中说的那般虚弱啊。臣愚钝，王上这个脉象有力平稳得很。我之前说的胸闷气短、头痛欲裂、食之无味、寝不能寐，虽然夸张了一些，但这些症状确实在我的身上出现过。你身为圣医族的圣女，却不知是何症状啊？王上，臣……你经验不足，这不能怪你。本王这病，寻常医书上也不会记载的。王上，依臣所见，您这脉象乃是相思之疾。你可看明白了？是，看来那个姑娘才是王上的良药。本王且问你啊，你是希望本王病着，还是安康呢？王上，您这句话是何意？臣当然希望王上身体安康，万寿无疆啊！来来来，现磨的芝麻糊，香喷。香火不知王上驾到，失礼了。枪火？这名字怎么听着那么熟悉啊？臣建议王上可以试一试羌活这味药材。羌活？正是，此药除了可以散寒、祛风、除湿，还可以治疗王上的还可以治疗王上的肾虚。对了，过几日便是上元灯节，我想问你喜欢什么样的花灯？凤凰灯吧。无此。这是幽冥之怒！公主，
川怨气聚集，神魔皆惧。公主先走。公子，你不要再强撑了，你会变法师的。公子。公主快走！公子。那时候究竟发生什么？你为何不愿意与我相认？自从来到了这儿，我看你就心事重重、愁眉苦脸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有可能水土不服吧。我看到翼王神清气爽的，如何看都不像个带病之人。不如我们回圣医族吧。我们圣医一族的使命，便是保证翼王身体安康。如今翼王自己都没有说自己痊愈，我们怎么能擅自离开呢？是不能，还是不想？我是圣女，自然由我来承担。圣女，你记得便好。你今日是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该怎么办？丫丫，南平侯，该选谁呢？圣女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禀侯爷，一直没什么动静。看来他是不知道本侯的手段呢。哼，该给他施施压了。
是谁？你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里？我没事，多谢润玉仙。好险！要不是润玉仙及时现身，我这条小命刚才就交代在那儿了。你可是得罪了什么人？我从小到大接触的人都没有多少，更别提得罪什么人了。会不会是南平侯？可是他前脚才来信相逼，后脚就灭我口，未免不合常理啊！你之前透着古怪，绝非凡人的武器。看来，别担心，此事就交给我吧。哇，好漂亮的一片鱼鳞啊！这是龙鳞。龙鳞。送给你。若锦迷姑娘要找我，便挥出幻龙咒。幻龙咒？嗯。多谢润玉仙。好香啊！这个香味有点像龙涎香，不过比龙涎香还要香，清冽甘甜，跟润玉仙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不知道可不可以拿来做药引呢？只有这一片，若是入药，倒是可惜了。我开玩笑的。润玉仙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我，我自然要好好保存，好好保存啊。曾经有一位仙子答应和我夜赏昙花，可是后来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。10日之后，此花会再开，不知可否请锦觅姑娘与我共赏此花？又是救命之恩，又是馈赠龙鳞，又是赏花邀约的，润玉仙如此盛情，倒是叫锦觅有点难以为情了。若锦觅姑娘能欣然接受，那润玉便心满意足了。你我非亲非故，我岂能舔言生受呢？虽然我身无长物，但润玉仙有什么愿望的话，不妨相告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。那不知姑娘可会酿酒啊？酿酒？我有一位故人常说：“赏花共佳酿，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好说，好说，包在我身上。看来你的这位故友还蛮有情趣的嘛。今夜不见大殿不兴，长夜失辉，好生无聊。大殿，仙子请坐。偌大天界，能知道润玉不在的，也只有仙子了。仙子营业下凡，怕不只是跟润玉坐禅论道这么简单吧？大殿下面前不敢说暗话，此次锦觅仙子历劫，天帝陛下下严令众仙家不得干预。殿下这次可是有些逾越了。父帝派仙子看顾锦觅，可就在刚才，锦觅却险遭毒手。想必仙子也透过观尘镜看出那凶手绝非肉骨凡胎。
不知这看护不力之责，仙子担得起担不起？本来父帝之命，润玉焉敢有违？仙子亦有仙子的难处，润玉不欲深究，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润玉本想息事宁人，有人却偏偏意图不轨。说到底，景密毕竟是本神的未婚妻，她若真遭遇不测，纵使本神人微言轻，也绝不会坐视不理。就算闹上九霄云殿，润玉也无所畏惧。殿下言重了，没有谁敢害殿下的天妃，何况天地亲密，元姬自当尽心。那就多承贵言，最好如此了。最后再提醒仙子一句，景密除了是本神未婚妻之外，她还是鲜花神和水神之女，就连天帝陛下也对她另眼相待。此番历劫说破天，不过是为了破格晋封景密为花神，虚应故事罢了。若未来花神真有个万一，天帝必定从严追究。仙子以为，最后这口锅会由谁来背？到那个时候，又有谁能够站出来，确保仙子清泰无虞？仙子聪慧，哪只眼该睁，哪只眼该闭，想必仙子早已惩处在胸。天色不早，仙子请便。就在前面啊，不远了。爹爹，郡主万福。穗儿来了。好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爹。你看，爹与那个副相，哪个更有气度啊？自然是爹，副相如何比得上爹？那比王上如何呀？爹年轻时冠绝怀吴，那时候表哥还没有出世呢。无论何时，在穗禾心中，爹永远是这世上最好的爹，气宇轩昂，风度翩翩。你呀，好甜的嘴哟！你如此的聪慧可心，将来不知道哪个有福的小子娶了你，爹只怕是要羡慕嫉妒而死喽。爹，你又来了！偌大的怀吴，能甘愿让我洗手做羹汤的，还能有谁？爹爹，难道要妒忌表哥不成？三句话不离表哥，果然是女生外向啊！你这个女儿啊，我算是替王上养喽。爹说什么呢？女儿不嫁了还不成吗？哎，侯爷，这是郡主为您熬的金丝雪燕。哦，既然爹觉得女生外向，那女儿亲手炖的金丝雪燕，爹爹还是别喝了。哎，女儿孝敬的，谁也不许跟我抢。嗯，慢些慢些，又忘了养生之道了。味道如何？好，爱女精心所调，岂能不好啊？人间之味，不过于此啊！昨天说好了是辰时议事，这都午时了。王上一贯守时，莫非正如坊间传闻那样，王上得了什么隐疾？那都是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，不必多虑。侯爷，
王上在罗叶山狩猎期间，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意外？我听说有一支梁国伏兵。thuộc下，你我为人臣子，只要鞠躬尽瘁，忠于王室罢了。外边乱，底下乱，都不打紧。我等可不能乱呐！快请圣衣族圣女。是。秦将军，王上怎么了？王上身体违和，二位大人请回吧。相爷且慢，让开！王上，王上，副相，南平侯可有事要奏？王上身体欠安，臣等甚是担忧。今日偶感风寒，小病而已，无妨。边境可有急报？两国主力已悉数撤回。王上放心，有副相坐镇裁决军务机要，王上可高枕无忧。臣等亦当倾力相助。得二位股肱之臣，本王夫复何求啊？王上，圣女到了。宣。二位爱卿，还有事说吗？王上安心将雅，臣等告退。相爷留步。王上不过是偶感微恙，何时轮到老夫坐镇裁决军务了？侯爷，你这御驾之罪，老夫可招架不住。相爷言重了。王上抱恙，相爷总理国政，代为裁决国事，理所应当。相爷，适才是老夫一时眼花吗？似乎看到王上卡血。相爷以为，王上卡血，老夫也看见了。侯爷的意思是，王上并非风寒，而是另有沉疴。这恐怕是王上早年征战，风餐露宿，积劳成疾落下的病根吧。当然，具体形势还有赖于圣女的诊断。王上戎马半生，这1、2年又埋头政务，无暇纳妃，膝下犹虚啊！我等屡屡上书，王上就是不肯理我们。一旦圣公不遇，这江山要托付何人呢？是啊，邦家不幸，先王大兴刑狱，王上的骨肉至亲尽皆伏诛受戮，如今连个入继之嗣也都找不出来了。侯爷，请。不敢，相爷请。你慢点儿。你去安排，明日郡主入内给王上请安，让郡主谈谈虚实。是。今日誉王抱兵罢朝，这个消息你要秘密的给我散播出去。记住，在郡主入内之前，不要让他知道这个消息，免得他关心生乱，动摇判断。属下明白。是他的气息。木慈，我知道是你，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你是木慈？
为什么救了我，你又不愿意见我？连你送给我唯一的礼物都要带走。既然你如此想要与我划清界限，那好，我现在就把这条命还给你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你果然不出了。好。我就知道你是在乎我的。就算你不愿意摘下面具，我也知道是你。公主不应该用自己的性命作为赌注。我若不拿我的性命做赌注，你肯出来见我吗？可见是我赌赢了。你赶紧回去吧，追杀你的人一次不成，势必会卷土重来。小心自己的安全。木慈，要走可以，把我的黄铜片给我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你是穆斯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再见到你？公主说的那个穆斯已经死了。所有人都说你死了，可是我不信。我知道你一定还活着，你一定会回来找我的。看来我跟公主对活着的定义不太一样。究竟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忘川出现幽冥之怒之后，你便失去了踪影？木子，那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尊，我尊。我尊殿下，我尊殿下。我尊，这个木慈1000年前被刘英在一场狩猎中误杀。卞城王见他孤苦无依，便带回府中抚养，自幼和2位世子刘英一起修习法术，从未见什么异常。可今日幽冥之怒无故现世，此乃大不祥之兆。此人可以将幽冥之怒轻易化解，眼睛又呈黑铜之相，只有灭灵族至纯的血脉，成年后才会有此异象。可我当年的确已将灭灵族全族剿灭了。真没想到，这灭灵一族还留有余
余孽。灭灵一族当年生出叛乱之心，企图颠覆我们魔界。还好魔尊英明果断，才避免了一场祸端。斩草要除根，此人绝不能留。魔尊殿下，我不是异类，求您放我出去吧。你不是异类，你在忘川河畔伤刘英之时，魔界上下有目共睹，你还敢狡辩？我杀了刘英公主，那刘英公主伤得严重吗？魔尊，如此祸患，万万不可掉以轻心，倒不如即刻将她封印，丢入余渊。我杀了公主，我杀了公主，我杀了公主。好吧，这件事就交给你来办，记住，千万不要再生事端。是。你只需要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已经没有木慈这个人了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，木慈，你跟我回魔界吧。我们像往日一样，一起练武，一起。木慈，你不要走。 你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其疾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不动如山，难知如阴，动如雷霆。有长进啊！那是自然，表哥不在的日子。 穗禾可是勤习兵法呢。我听秦东说了，你把我书房的五经七书全都拿走了。我记得你原来不喜欢舞刀弄枪的。年少时看不懂，隔几年再来看，倒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兵法如同事情，需对局势人心动若观火。所谓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深谋远虑者胜。难怪表哥一向手不释卷。亏你开悟的晚啊！
不然我这战神的名号就要给了我们怀吴的飞凤将军了。表哥又在取消穗禾了，穗禾一介女流，何敢谈军国大事？不过是受着表哥的熏陶，略知一二罢了。可叹穗禾非男儿身，否则定要在表哥帐下任马前卒，排头兵。王上，您该进药了。见过王上。这两位是？圣衣族锦觅、羌活。见过郡主，郡主万福。你们便是大名鼎鼎的圣衣族医女。郡主谬赞，本族一向避居尘世，何敢担当大名鼎鼎4字？你们不在尘世，这世间的传闻才广了。久闻圣衣族一向行迹隐秘，规矩凌厉，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不过二位为何以纱覆面？以纱覆面乃是本族100年之传统，本族医女自幼便开始佩戴面纱，面见王上亦是如此。我不是君王，不若给我瞧瞧。看来我是没这个资格。不是，臣等面貌鄙陋，有碍贵人观瞻。你这么说，本郡主倒更是好奇了。他们族规严厉，不要强人所难嘛。圣衣族不是一向忠于王室吗？表哥不如下一道旨，废了他们这陋习，人人都以纱覆面，谁知哪日混入个奸细刺客，要对表哥不利。表哥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，表哥，表哥。王上怎么样了？我刚刚来的路上就听到王上抱恙的消息，方才看他好端端的在练剑，我还当是谣言，如今看来竟是真的。郡主啊，王上如今是肾阳血衰，以致6阳不举啊。不是咳吗？怎会肾阳还不举？这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啊！王上常年积劳成疾，如今这身子亏空得很啊！王上现在除了肾阳血衰之外，还伴随着5劳7伤，是以常常虚劳、咳嗽、痰中带血。这乍一看吧，病出在手太阴、肺经，实则在于足少阴、肾经。可否医治？病入膏肓，能拖1天是1天吧。但是郡主请放心，臣一定会尽心医治的。王上，郡主，我族圣女医术高超，定会全力救治王上的。看情形，王上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，您在这干着急，熬坏了身子，未免不值当。要不，您先回去歇着。王上一旦苏醒，我们立刻向您通报。那就拜托圣女了。郡主放心吧，臣等会尽力而为。羌活，送送郡主。是。郡主，请。王上若是有起色，务必第一个通知我。这是一定的，郡主请放心。真是一往情深啊！本王演技如何呀？南平侯已经差人给你送信了，对吗？王上是怎么知道的？如今怀吴内忧外患，边疆不定，朝局不稳，百姓陷入战乱之中，性命堪忧。
更别提安居乐业了。可有人却野心勃勃，为了自己的权利和欲望，一心想除掉我，趁乱上位。然而锄奸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，其中的艰辛利弊，一言难尽。你出来时，我确实对你存了些疑虑，我怕你当真站到了南平侯一边。但如今你迟迟未给南平侯回信，我便知道，你心里还是向着我的，对吧？圣衣一族誓死效忠翼王，圣女更不敢有辱使命。那就告诉南平侯，我已病入膏肓，无力回天。这是为何？这样才能让他麻痹大意，现出原形，我好趁他不备，予以反击。是以我需要你的全力配合。至于我得了什么重症，就需要你花点心思了。简直是炉火纯青，演的一出好戏。臣心悦诚服，五体投地，顶礼膜拜。少来酸我，我们面对的可是南平侯副相之僚，这些老油子身居庙堂数十载，若是把他们打发到戏台上，个个都是绝世名伶，我们得打起12分的精神来。是。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你把本王渲染成了肾亏、无法人道的一介病妇，你叫本王以后出去怎么见人呢？这不都是王上的意思吗？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羌活看得懂，按方拿药就行。这七情散完全可以达到王上想要的效果，只是人秉七情，应无私感，感悟一致，莫非自然。此药可逆转经脉，强行夺走人的情志，所以不能长期服用。如果非要服用的话，切忌狂喜、狂悲，最好佐以这金匮肾气丸一同服用，以减缓药性反噬。好，你来安排。嗯。那南平侯诡诈多疑，他必不肯轻易相信，2、3日内定会派穗禾前来探我虚实。到时候你配合本王，在穗禾面前演出戏。王上，你们每天这样算计来算计去的，累不累啊？臣只是个大夫，不是戏子。本王尚未婚配，你如今到处宣扬本王不能人道，坏了我的清誉。日后本王要是落个鳏寡孤独的下场，谁来陪我？你吗？王上稍安勿躁，七情散最忌动情动怒。本王倒是听说过，人秉七情，应物而动，乌色3动，心意摇曳。现在能令我心惊摇曳、魂牵梦绕的，也只有这面纱后的秘密了。你究竟长什么样？不夺穗禾好奇，本王也好奇得很呐。王上，圣人有言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王上请自重，何况臣的面貌粗鄙，人艳鬼气，我不在乎。我们在罗叶山的时候，共处一室，足足月余。我知道你是何等人，未见君子，忧心如醉，如何，忘我事多呀。臣不敢。我们在山里的时候，你胆子倒是大得很呢。寻机就对本王上下其手，在山里对本王轻薄完了，就要当甩手掌柜，不对本王负责了吗？莫非圣女品味殊异，独好山匪？臣惶恐，臣有罪，臣罪该万死。成日说死说活的，我知道你爱惜自己的性命。不，我虽然爱惜自己的性命，可我更忠于王上，否则臣也不敢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助王上布局来对付南平侯啊！我从来要的不是你的忠心啊！
来日方长，终有一天，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摘下面纱。皇上，臣知天之，乃圣一族圣女，上须遵王命，下须守族规，不敢逾矩。锦觅别无长处，唯有一颗忠心。皇上要的，锦觅给不起。山中岁月虽好，却并非是王上的岁月，也非锦觅的人生。山中的岁月，还请王上当做一场幽梦吧。差点把持不住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如此妖孽，真是要人命啊！你出的什么馊主意？这是什么破书？都是圣人之言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的思无邪。没想到这就把圣女吓跑了。皇上，这男女之事如同行军打仗，除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还讲究个战术心法，敌进我退，敌退我追。王上心悦圣女，而圣女端庄持重，寻常的阵地战恐怕是不行，得走坚壁清野的伐城攻坚战。你还挺懂啊！属下和袍泽兄弟们一辈子就琢磨2件事：保家卫国，传宗接代。好样的！去，把五子给我拿来。哎，要春天批注的那卷。五子兵法被南平郡主借走了。那六韬呢？皇上您忘了，5经7书全被郡主借走了。他还没看完呢，你去找他要回来。皇上您忘了，您现在可病得还不省人事呢，这政令何处啊？是啊，那改日等本王治好了身再说吧。下去。真是作孽呀！这个小锦觅，这么口是心非的。哎，这凤娃也是气死人呐！他说不要你就不要，那这么下去的话，你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修成正果呀？真是急死老夫了。这段是没戏了。罪魁祸首都是你干的好事，把我们小锦觅发配到那劳什子的圣衣族。我看你啊，就是羡慕嫉妒人家小姑娘青春貌美，羡慕的人家幸福美满，所以啊，才给她安排了这么个孤独终老的命格。你这死狐狸，这怨得着我啊？当时你也在场，好好回忆回忆，是谁首肯的圣衣族？是谁不让锦觅下凡经历爱别离？还不是你那宝贝二侄子？谁成想他也跟着跳下去了，哈哈！这就叫自己挖坑自己跳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活该！穗禾啊，爹，怎么了？这是谁把我的宝贝郡主欺负成这个样子？告诉爹啊！表哥他……王上，王上怎么了？表哥他……哎，别慌，别慌，你慢慢说。我今日眼睁睁看着表哥在我面前咳血晕厥，满满一手的血。那圣衣族的圣女给王上诊断了，圣女怎么说？她说表哥这病肾亏不举，五劳七伤，已是病入膏肓。爹，你说女儿该怎么办呢？爹就得想办法救救表哥。好，别怕别怕啊，一切都有爹呢。好在先王已驾鹤西去，爹一定设法解除你们的婚约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放心，爹绝不会把你推进火坑的。你，哎，你，
你这是？如爹所见，嫁衣、丧服，女儿从12岁开始，便每年偷偷为自己置办一套嫁衣，也是从12岁开始，第一次看到表哥负伤从沙场上归来，就知道还会有另外一种宿命在等着我。穗儿啊，穗儿，你可真是痴啊！旭凤，他杀伐太重，绝非受考之人。爹知道，你自小对他一往情深，可天要灭他，岂是人力所能扭转的？为人父母，爹绝不会将你嫁给这个毒妇。原来爹一直这么看待她，真叫女儿失望。但恐怕女儿也要让爹失望了。表哥是女儿这辈子认定的人，无论日后守寡，还是守活寡，女儿都九死不悔。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除非他死，否则谁也别想把我们俩生生拆开。启冲，侯爷有何吩咐？去把圣女接来，本侯有事要与她相商。是。你怎么了嘛？一下午都不见你人影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又没见你怎么笑。哎，你快尝尝这个，这是王上刚派人送来的蜜饯，吃点甜的，心情会变好。方才我去见了南平侯。为何见他？之前我怕你担心，所以没敢告诉你。可是现如今，金蜜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王上那边的消息，本侯都已经听穗禾郡主说过了。你做得不错。侯爷谬赞。那么依你之见，木下一王的阳寿几何呀？最迟不过1年。此事不敢告知郡主，恐他伤心。不必管他。本侯今日见你，就是让你设法把一王的阳寿折成10日。10日？不错，计划有变，本侯等不了那么久。10日之后是幕府大会，届时文武百官和各地边关守将都要到场。本侯要在那时废掉旭凤，你要做的就是不早不晚，正好在那日令他当场毒发身亡。是。这南平侯以为他自己是活阎王吗？他要谁3更死，不许留人到5更。小点声，坐下，小点声。而且这次，他误了咱们全族100多口人的性命，只是这次比上次更严重。如今你们派了杀手进入村子了，只等10日后都城的消息。姑姑不能死，我何尝不知。可若这一王一死，会有更多的人遭殃的。怎讲？现如今，天下大乱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可是一王所到之处，战事得平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若这一王死了，又有谁可以救苍生于水火当中呢？我相信他，如果能够平定天下，定会缔造出一个没有硝烟、没有饥馑的清平盛世。你说的也不无道理，这也太伤脑筋了。我们这样坐困愁城，根本不是个法子。不如我们问问姑姑。我也是这样打算的。此事事关重大，需要跟姑姑好生商议。嗯。
信了。圣女会见，前信倾诉，据悉一切。我族世受国恩，侍奉历代翼王，是与翼王同生死，共患难。南平侯乱臣贼子，欲行悖逆，天地不容，必自绝于天下。圣女当与族规大义为重，以辅佐翼王拯救苍生为念，勿拘泥一族100人之倾覆，使翼王拨乱反正。贼臣覆灭之时，何族亦可含笑九泉。侯爷，圣一族圣女求见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侯爷万安。圣女，连日来辛苦了。听说今早上王上又吐血昏迷了，你好手段呐！今日前来府上叨扰，是想向侯爷请教一件配药之事。圣女来向老夫问药，这倒是稀罕，你但说无妨。这几日我按照侯爷的意思配置药材，只是若想在10日后不偏不倚的毒发，我需要每味药材剂量斟酌准确。我听闻王上有进药膳的习惯，所以我需要侯爷给我一份在过去1年中王上进膳的单子，小到每餐主料、辅料的用量，还有王上每餐的进食量。这有何难？上山间的主管负责调度此事，我命他誊录一份，送到你那里便是了。谢侯爷。天命所归，预祝侯爷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那本侯便静候佳音了。是。反复无常，果然不可与之谋。圣女留步，我家郡主有请。臣给郡主请安。圣女连日奔波操劳，辛苦了，请坐。谢郡主。这是四兵砭石，圣女好眼力。这套砭石乃是药王孙真人生前亲自打造的4边砭石，失落近100年，直到前些日子才流转到城中。郡主可是花了重金竞标得来的，小小心意，不成敬意。郡主好意，臣心领了。
只是无功不受禄，何况这套药石十分宝贵，公主留着自用或传家都很合适。宝剑配英雄，玉鞭赠名医。圣女一向对家父忠心耿耿，受得起。奇怪，她今日怎么跟上次见到的判若两人？这群小姑娘是来服侍她的，还是来监视她的？圣女可有兴致陪我一道走走？好。不知郡主叫我来是为了何事啊？不必跟我装糊涂，我今日方知，原来你也是我爹安插到王上身边的人。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都是自己人，自己人。哼，你跟我爹一丘之貉，蓄谋屠龙之术，用不着把我也攀扯进来。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。你当这么容易就能成事？你们圣医族族规森严，一旦王上山灵崩，你这圣女也难逃一死。就算你侥幸逃脱，我也一定不会饶过你。这次会不会又是南平侯故意让他试探我的？我得小心应对。郡主说的是，只是臣命如萤火，自然跟翼王的日月先辉不能相提并论。只是若是换作郡主，背上一族的倾覆，该如何做抉择呢？我只知道，倘若王上活着，我爹还能颐养天年。我爹谋事若成，王上是半分生还的余地都没有。看来他跟他爹还是不一样的，对翼王确实存有真心，非常时期。算了，也不便跟他交底。郡主刚才一番高论，难道不怕被侯爷听见吗？听到又如何？无非就跟这几日一样，把我关起来，成了瞎子、聋子、哑子，让我接触不到一丁点王上的消息罢了。虎毒不食子，对自己唯一的骨肉，他还能怎么样？对他，我也一样。倘若我爹真有了攻城之日，我自然不能拿他怎么样。但你们这群乱臣贼子，我有的是法子折磨你们，替王上报仇。郡主高山景行，在下实在是佩服。不过刚刚郡主口口声声说要为翼王报仇，可自己都不敢去找南平侯，只能牵动我们这些乱臣贼子。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，怎么说的？哦，真是窃钩者死，窃国者为诸侯啊！郡主，那在下便告辞了。是这个郡主，走走，快来人！是，快来人！快来人！郡主，别动，千万别动，他有剧毒。但是没事，他叫柳叶青，不会轻易咬人的，你只要不动就行啊。快把他给我弄走！快！你撒了什么？雄黄粉，可以驱蛇驱虫的。郡主，你在对郡主做什么？郡主，蛇！嘘！混账，还不快给我退下！郡主可还安好？可有损玉体？快把这片竹林给我烧了！别再让我看到那条恶心的东西！奴婢这就差人去办。哎呀，险些忘了瑞玉仙的药酒。哎，等一下，郡主，我刚才看见那条蛇完整健硕，可不可以赏给我呀？那个是用来泡酒的上好材料。再说了，郡主为了一条蛇毁了满园的亭亭翠竹，多可惜啊！区区几旗不值钱的竹子，跟郡主的玉体相比，何足挂齿？罢了，速捉走，别再让我看到那条东西。多谢郡主。
是雄黄，往那边跑吧。哎，算命先生，你怎么会在这儿睡觉啊？哦，我在这里追思先贤，感化下竹林之风啊。哎，美人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来捉蛇。蛇？哪里有蛇啊？可能没在这儿吧。哎呀，你可吓死我了！算命先生，我看你这步履蹒跚，脚下虚浮的样子，像是中毒之兆啊！你不会被蛇咬了吧？啊！而且你浑身怎么这么大雄黄味啊？不会是那条柳叶青从你身上爬过吧？啊！我不会被蛇给咬了吧？快给我把脉！哎呀，我头好晕啊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有脉，脉跳流利，如盘走珠，气血充足。你这个脉象直追怀胎4月妇人的喜脉啊！无碍。美人儿，这上苍有好生之德，你怎么老爱追着一条小蛇穷追猛打？追来泡酒啊！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它可以散寒祛湿，还可以活血止痛。可惜让它给跑了，不然的话，不过话说回来，那条柳叶青是我从小到大看见过最好看的一条蛇。此话当真？美人儿，你不但医术了得，品味也是1等1的。你这样哪行啊？你得给尘世间那些平凡女子留条活路。嗨，好说。其实我的医术啊，莫非他真的被抹去了仙家的记忆？方才见我的真身，竟怕成那个样子。现在看到我，也一副痴懵的模样。且让我来试一试。最后公主，别来无恙。不认得我了？大胆狂徒！郡主闺迷岂是你能直呼的？何敢擅闯侯府后院？大家有话好说啊！其实他呢是个算命先生，知前世，通来生，算个半仙呢。在下复姓扑哧，单字君，扑哧君，乃是新来的门客。刚才冲撞了诸位姐姐，还望见谅。还有这么奇怪的名字？真成凡人了。对不住，凡界可是本君的地盘。这位姐姐生得龙章凤姿，此生必名扬天下，跌宕起伏。哼，油嘴滑舌，爹怎么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招了进来？扑哧君，这么不正经的名字，一看就不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吧？聪明。实话告诉你，这名字是我老婆给我取的，怎么样，好听吗？虽然不正经，但是还挺贴切的。看来你与尊夫人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特别好。哎，你怎么会突然想到去南平侯的麾下效力啦？嗨，换着呗。这南平侯门下呀，有3000多食客呢，可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他亲自招募的。哎，自从上次与你一别啊，我可是惨了。我被他下面那些小喽啰天天缠着，让我给他们求签解卦。哇，真是的。既然你会算命，要不然你给我算一算啊？10卦9不准，都是骗人的。你想算什么？我想……哎呦，美人儿，你这眉头上的丧气啊，都快把你这个纱给戳烂了。怎么，在烦什么呀？如果有个人，他拿着刀逼你，戳着你的软肋，让你去做一些违心之事，你会怎么办？切，我命由我不由他，理他作甚？叫人戳中软肋，从了是错，不从是痛。唉。看来咱俩是同病相怜呀。
同病相怜。普世君，你通晓命数，料事如神，怎么还会有烦恼啊？来来，不管这些了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忧。来，干杯！干！皇上重病若此，老夫身为宰辅，不能替主上分忧。有负圣恩，有负天下，老臣万死。哀情严重了，起来吧。本王寡德是以天降重疾，与爱卿何干？今日有何要事，还要亲自前来。皇上，臣有一折。又是那妃，外面千头万绪，副相为何总惦记着本王后宫那点事儿呢？微臣斗胆。皇上此刻圣功不遇，然膝下犹虚，社稷危矣。那妃一事应该提上日程了，一则为皇上冲喜，二则也是为国朝诞育王嗣，绵延国祚。话虽不错，但是本王现在身体抱恙，怕是会耽误了妙龄女子的青春年华，不如等本王痊愈，再做计较吧。能入宫侍奉皇上，诞育王嗣，乃无上荣光，无量功德。试问天下女子哪个敢不奉诏？副相这意思是不信本王会有痊愈之日了。臣不敢。倘若皇上执意不肯纳妃，臣等另有一书上奏。副相真是左右逢源，滴水不漏啊！皇上见笑，众臣联名上书，恳请皇上从宗室中择一至美才高之子，立作王储，以固国本。原来这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兜了这么大个圈子，副相的本意在此呢。非臣一人之意，朝中大臣众情踊跃，共推老臣前来请奏。搁着吧，容本王想想。愿启皇上圣体早日康复，老臣告退。你给本王设计的这场重疾，可真是捅了马蜂窝。不过也好，他们越急，南平侯那边就越松懈。这兵法有云：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近而示之远，远而示之近，正合此道。没听懂。当初南平侯把你送到本王身边，自认为是给我下了一剂生附子，想要毒死我。千算万算，谁也没料到你却是我炮制熟了的制附子，毒药变成了良药，回天救命第一品。我说的可对呀？副相，他们怕我随时升天，动摇国本，定要给我纳妃子冲喜。到时候臣一定会展示臣生平所学，为王上和娘娘调配滋阴补肾的方子，以求多子多福。你还真是个榆木脑袋。其实我不喜欢那些女人。
说的是我不喜欢外面那些女人。哦。从小到大，你被拘在圣衣族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试着换一种人生，比如做一个正常的女子，或者做翼王后？皇上，折煞臣了。臣自幼长在山野之中，平日里无趣的很，什么都不懂，只会诊病炼药，不知道如何服侍君王。难道我在你心里就那么肤浅，不值得托付吗？臣无需托付于人，自食其力便很好。皇上，外袍。锦觅，王上他爱上你了？没有啊。那，你爱上他了？我没有，我怎么可能会爱上皇上呢？锦觅，你可千万别忘了族规，姑姑和长老们那关可过不去。我知道，我心里有数，你放心吧。锦觅姑娘，润玉仙，你干嘛突然出来吓我呀？不是你唤我出来的吗？啊，对，润玉仙，你看，这是我送您的酒。上次润玉仙让我帮你酿的酒，我已经酿好了。锦觅姑娘，有心了。不知润玉仙的昙花可开了？正是时候。好美啊！这院子现在真如仙境一般，好香啊！润玉仙，不知道天上的仙宫是什么样子啊？很冷清，只有几株昙花，一只懵懂小鹿，和一个小仙士为伴。看他这副黯然神伤的样子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唉，神仙心，海底针，好难懂啊！还是换个话题吧。哎，润玉仙，那你们天上有没有不同寻常的景致？可否说与我听听，让我长长见识？好呀，我的处所外有一座彩虹桥，桥上便是一望无垠、星辉灿烂的天河，那里非常美丽。每当我思念起某个人，我就会去那里。怪不得每次我在梦中见到润玉仙的时候，总会伴着彩虹桥出现。看来那位仙子润玉仙对他思念甚深啊。对了，润玉仙，你上次跟我说那位仙子答应陪你夜赏昙花，后来呢？后来怎样了？可惜，终究没能赏成。
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也不可惜，今夜能与锦觅姑娘共赏昙花，也算是了了润玉的一桩心愿。王上，王上，此人是谁啊？他是我的一位朋友，说出来你们可能都不信，其实啊，他是一位天上的神仙。神仙？旭凤，你这人间帝王做得好不威风！大胆！皇上明会岂容你直呼？等一下，臣可作保，他真的是我的朋友，他真的是位神仙，我没有骗你们。追过来了，快杀了火神，好去找大王领赏。说，你到底是不是木慈？你拿灭灵剑，究竟要对付谁？无妨，我只是点了他的麻穴，半个时辰后自解。锦觅姑娘，今晚这气氛有些尴尬，我带你出去透透气。要带他走，先问过我。哎，不行，他是神仙，你打不过他的。润玉仙，你可千万不要跟我们这些凡人计较啊！你是不是有事？要不然你先走吧。世间难逢对手，不战而走，岂能甘心呀？也罢，正好舒展舒展经络。这样吧，我不使仙法，咱们单拼拳脚功夫，点到为止，如何？好啊。不行！真热闹啊！这墙里墙外都开起了群英会。扑哧君，怎么大半夜的你也来了？我夜宵吃多了，出来转转消消食。走了一圈，渴死我了。楼下讨口水喝呗。云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颜佑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跟我说过，扑哧君是你夫人给你取的名字。夫人给起的名字。润玉仙，你们也认识吗？哦，
他是仙，我是半仙，沾亲带典故嘛。怪不得呢，难怪你能掐会算。你跟锦觅什么关系？他是我，也是我的朋友。在天上的时候还故作矜持，怎么到了凡间就成了一个大醋坛子了？什么天上凡间的？言佑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火神，我赢了火神！大爹，我帮你报仇了，是不是特别解恨？锦觅姑娘，本来以为今日可以和你二人安安静静、心无挂碍的好好赏一回昙花，谁能料到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没能实现。润玉仙，君臣所至，既是未开，你要等到那位仙子，她早晚都会回来的。好，那我在天上等着。不过，她……放心吧，她没事的。今夜这事闹得有些大了，抱歉，锦觅姑娘。我必须要消除你们所有人今晚的记忆。颜佑君，你可真是四处树敌呀！如何又招惹上魔界的人了？不过是大家都看上了同一件宝贝。难道是因为这剑？从哪儿偷的呀？你知道了也好，或许只有你能让干娘改变主意。怎么，你不认得这面灵剑？千金在手，不如一技傍身。我好不容易才弄来的。哎，又是月下赏昙花，你来来回回就这一招啊？一招鲜不见得吃一遍甜。哎，我对此啊小有心得，大殿要不要和我切磋切磋啊？上回毁了我的昙花，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怪我啊？上次毁你昙花的明明是火神那帮人嘛。扑之君这个名字。是你夫人给起的吗？你确定要从我玄机宫偷人？我不过是嘴上轻薄，真正偷你人的罪魁祸首在北苑山庄，不仅偷人，还偷得光明正大，六界尽知。哎，要不要帮你去教训他一下？是本神的错，过去是我太宽容了，让你们个个心生奇念。哎呦！大殿下，这可是要一掷夫纲啊！那就从你开始吧。锦觅。锦觅，你醒醒！锦觅，羌活，你们，皇上，您醒醒啊！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这酒里的蛇毒未清？大家可是都喝了这坛酒。殿下，你回来了。走吧。大殿下。
查查灭灵剑。是，殿下。忽堕娇珠红素素，邂逅今朝不相离。北辰君，这不是父帝早已经弃之不用的别号吗？难道这是父帝亲绘的？这是灵火珠吗？为什么会有灵火珠？他是谁？殿下找到了。殿下，殿下。是回玄机宫吗？我想一个人走走，你先回去吧。木子，木子，木子，我说过了，木子已死。旭凤是我义兄，吉明是我好友，我不准你动他们俩一根汗毛。你若再拿灭灵剑对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现如今灭灵剑已经丢了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所以公主就不要再跟着我了。这样最好，谁也找不到，谁也伤不了谁。还有，把我的黄铜片还给我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。公主不用再装了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伤怎么样？不死。你站住！抢不到灭灵剑，杀了变成公主，也算给大王一个交代。有赏！木子，是不是只有这样，你才能留在我的身边？我真的有去找过你，可是谁都不知道你的去向。在你消失的几百年里，我一直都在忘川河畔等你。
又要走吧？我不离开。你现在带上魏玉，别老动来动去的，躺下歇会儿。皇上，3更天了，该安寝了。今日事今日毕，屁完再睡。下去吧。是，臣告退。抢了灭灵剑，杀了旭凤。干娘，你让我做的真的对吗？这支箭落不落，就看我这根头发丝。近来可有什么好消息？全办事不力，把灭灵剑弄丢了。在凡界盘桓了这么多日，你就给本座这么一个惊喜？天后息怒，此番殿下下凡历劫，震动了6界，恐怕有很多人想要对二殿下不利。哪些人？除了魔界之外，还有蛇仙炎佑，齐元怀疑偷走灭灵剑的正是此人。上次惊扰本座寿宴之时，我就起了疑心，炎佑肯定脱不了干系。这一次又卷土重来，蛇仙和鼠仙的背后，恐怕是同一个主子。你查查究竟是谁，尤其要注意水神和夜神。说起夜神，他已数次下凡与锦觅私会，屡次破坏了天后娘娘的计划。他可有做对旭凤不利的事吗？那倒没有。可恶的润玉，总是忤逆本座，罪当万死。你对他绝对不要掉以轻心。穗禾的记忆开启了吗？属下近日一直在寻找灭灵剑，所以穗禾公主的记忆还尚未开启。灭锦觅的事固然重要，可是穗禾的事也不能拖延。如果他的记忆开启了，在凡间，他可以助你一臂之力，你们2人可以灵机决断。是。你别再让我怀疑你的价值了。如果你再找不回灭灵剑，我就用你的心头血再做一支。那到时候，梦慈，伤还没好，怎么乱转悠啊？晴儿之后，见你不在，我以为你又走了，我便去寻你了。这山上没什么猎物，
所以我去摘了点果子，你先来吃一些。你现在伤口还未痊愈，所以不要到处走动了。现在能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了吗？算你听话，这次就饶了你了。木慈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你要去哪儿？我去打点水回来。只要回来就好。回来了呢。哎，你要吃点什么？我给你去做。公主别忙活了，你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没什么其他事的话，公主还是尽快回魔界吧。那你和我一起回魔界？我不可能再回魔界了。为什么？莫要再问了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木慈了。公主就不要再执着了。你一次次救我，就说明你还在乎我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如此绝情呢？因为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木慈。渺渺，其昏其明，如烟如晦，生化腾云。雾。没有的东西啊！你连最简单的水雾术都识不好。我记得你3岁的时候，便无师自通潮涌术，能踏浪弄潮，驱使激流。怎么越活越回去了？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海哭！你如此不长进，让为娘如何放心得下？你可知道，外面到处是要打杀你，拿你去邀功的奸险之徒。别哭了，去吧。恩主，颜佑，事情可办妥了？孩儿无能，未能抢回面灵剑。怎么会失手？恩主，
天道轮回，母债子偿，自然恶有恶报。不如我们就听天由命，让他自生自灭，可好？听天由命，自生自灭，这是老天的玩笑吗？我等不了那么久，我要他血债血偿。将军，区区几个灯笼，上寝局的私灯就能办得了，却偏偏要麻烦您亲自采买纸张和篾片。我看这王上也太不把您当外人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可不是寻常的灯笼，乃是咱们王上的独门兵器，自然要挑选最好的月光纸，跟最刃的竹篾。兵器？什么兵器？对付梁国的？对手虽不是梁国，但对于王上而言，是一场不亚于梁国的硬仗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自然还是交给将军才放心。唉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哎。将军，将军，咱们好像刚刚来过这里，树下是第2次看到这棵树了。将军，咱们不会碰上鬼打墙了吧？胡说！我去找人问路，你在这等我。老人家，劳烦问个路。这一回，老婆子要先走一步了。做人啊，别是苦。虽有你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，可生老病死躲不过呀。要是有下辈子，我真不想做人，我只要和你长长久久。哎，我等着你。老头子，我难受，就让我痛快些走吧，好吗？老郑，别！这些银两拿去给大娘抓药吧。这些应该够了吧？孩子，你有心了，可惜老婆子不中用了。老头子，这是个好人，以后有机会你要报答他，报仇。
大娘寿终正寝，是喜丧。老丈请节哀。我和她相守了60年，一日都未曾分开过。人间60年，如梦亦如幻。我也该走了。老丈要去哪儿？从来处来，往归处去。您可别想不开啊！若不嫌弃，可随我去军营。我们这群弟兄，自小无父无母，愿意奉养老丈。你的军营就在前面，往那边一拐就到了。多谢。后生，你心地纯良。我欠你个人情。往后你有什么难处，拿它来找我。将军，这老头看起来古怪，您把钱都给了他，不会被骗了吧？他无儿无女，又痛失老伴儿，怪可怜的。这哪有老伴儿死了，随随便便就埋在河边，自己一走了之的？何况这个老婆子年纪看起来比那老头子大那么多。将军，我估计您上当了。我原本也没打算追回那些钱，就当是积德行善吧。大娘，您与秦童不过一面之缘，举手之劳，不敢领受。这个印信，就留给大娘做个念想吧。走，来。将军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将军！莫不是那东西又回来了？我去解个手。见了鬼了！怎么就缠着不放啊？是神是怪？神明在上，我秦童没做过亏心事，心中坦荡荡。既然执意相赠，这份礼物我秦童就收下了，还请神明不要再纠缠了。明日圣彝族的圣女会当众宣布翼王的病情，我便会要求翼王让位，另择明主。只是副相那边，若他翼王明知自己命不久矣，还要恋战尊位，置怀吾的前途和百姓的安康于不顾，想来副相他们也是不会答应的。爹，你方才说什么？你们先回去吧。下官告退。翼王他病入膏肓，且膝下无子，理应速速禅位，尽快交替政权。若是日后真有万一，也可免朝局震荡，保天下太平。想来此事你已经筹谋许久了吧？若女儿猜的没错，明日众臣所要推举的新主便是爹吧？爹这也是为了怀吾的将来。随和啊，你对旭凤的一片痴心，爹全都明白。可你也看到了，连那圣女都说她回天乏术，命不久矣。你又何必为这么一个妖兽之人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呢？爹，圣彝族的医术天下无双，
只要再多给那圣女一些时，她定会有法子治好表哥的。你怎么就这么执迷不悟？你好好想想，如若他日，爹真的登上了王位，你便是公主啊！天下的好男儿还不任你挑选，你还怕找不到一个如意郎君吗？世界虽大，表哥只有一个，我的心里只有表哥一人。不行，我要去见表哥。你给我站住！秦琼，侯爷，把郡主送回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他踏出房门半步。是，郡主，请。纵使你将表哥拉下王位，今生今世，我也非表哥不嫁。哼！皇上到！臣等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今日有何要事啊？启禀王上，臣们不忍圣公不遇之时喧扰王上，然此事事关国祚，实在是一刻都不敢耽误。何事如此紧要？说来听听。王上圣公不育，膝下无子，又值此多事之秋，是以臣等以为，王上应以国家社稷为重，善为贤德之事，方不负列祖英灵。你们是觉得本王有疾难堪大人？先王早薨，王上冲陵建作，主少国疑，内忧外患，幸得南平侯力挽狂澜，扶危定兴，因见不远，还望王上以大局为重，发尧舜禅让之举，早定国本。照柳青的意思，本王若不逊位，倒是成了怀吴的千古罪人了。臣不敢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若是本王逊位，谁能堪此重任啊？自然是要推荐一位刚正不阿、德才兼备的明主。刚正不阿，德才兼备。哼，不知今日是南平侯欲九合诸侯啊，还是副相要一匡天下呢？皇上，老臣万死，若有反心，天诛地灭。王上，臣万死不敢。刘辞退大放厥词，其心可诛，请王上严惩。王上，臣的忠心日月可见。柳青，你口口声声说本王身患重疾，命不久矣，却不知道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消息啊？近日圣彝族圣女入内侍疾，请圣女前来一问便知。好，宣圣女。宣圣彝族圣女锦觅。圣彝族圣女锦觅参见王上。免礼。谢王上。你且说说，本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此前王上宵衣干时，操劳过度，确实身子有些虚弱。确有其事啊！没想到今日。不过，京城调养以后，如今王上的身子强健，已无大碍。
去圣衣族的人来消息。如何？圣衣族众人平安，我们的人已经将他们严密地保护了起来。南平侯的人未曾留下活口。南平侯做事一向滴水不漏，不留余地。今日多安排一些人手在圣女周围，绝不能让南平侯有接近圣女的机会。是。可你先前不是说王上肾阳血衰，以致六阳不举啊？至于这个嘛，先前臣的经验确实不足，所以有些误判。不过这些诊断极为私密，臣不记得曾与这位大人说过，不知大人是从何处得此消息的呢？你身为圣女，怎可出此纰漏啊？拿王上的身体当儿戏吗？侯爷息怒。王上，臣之所以出了纰漏，皆是因为有人对王上的饮食做了手脚。这膳单上的膳食看似滋补，但药性相冲，多为18反19味的虎狼之剂。如此长期服用，只怕后果不堪设想。这膳单从何而来啊？这膳单回王上，圣女日前问过臣膳单之事，臣责令上山间总管董瑞喜誊录了一份。今日看来，这董瑞喜大有蹊跷啊！宣董瑞喜，董瑞喜，这膳单可是由你所拟啊？回王上，的确是臣所拟。那你可知道这上面的药膳能置本王于死地？我问你，何人之事？你供出同党，本王饶你不死。回王上，臣没有同党，也未曾受人指使。王上，此人心地歹毒，欲杀王上于无形，当立即斩首，以儆效尤。王上，此事疑点尚多，臣建议将董瑞喜收监，彻查此事。押入大牢。走，走。副相，臣在。此事交由你彻查。臣遵旨。众卿，人多力气，国家自混；人多技巧，其物自起。望各位能够恪尽职守，多学学南平侯刚正不阿，德才兼备。得此贤臣，夫复何求啊！老臣多谢王上褒奖。臣等谨遵王意。侯爷，派去圣衣族的人失去了消息。绝不能再让董瑞喜开口。属下明白。副
佛祖在上，请你一定要保佑表哥今日能安然度过此劫。郡主，郡主，可有打探到什么？幕府会议已经结束，原来王上身体安康，之前是因为饮食被人做了手脚，才导致那圣医族圣女有所误诊的。所以表哥身体无恙。圣女说了，王上身体强健的很呢。我就知道表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可有查明是谁对表哥的饮食做了手脚？是上善监的总管董瑞喜。他可有同谋，或是受谁指使？只他一人。此番翼王的人及时赶到，救下圣医族的族人，真是万幸。他一向说到做到的。这回翼王的病也好了，你也无需跟着演戏，我跟着熬药了。哎，着实有些无聊。哎，不如咱们去听说书吧。近来日日被困在这北苑山庄，我都快闷死了。好啊，走吧。哎，你说走就走啊？锦觅，等我一下。只见战神翼王手握长剑，策马迎向那千军万马，他一声威吓，敌军便闻风丧胆，节节败退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就在此时，敌方将领来到翼王面前，两人各执长剑冲向对方。错。没错，当时这个翼王啊，的确是落入了敌军的陷阱，被敌军团团围住，情况万分紧急。可是翼王呢，毫无惧色，执起手中的长剑，直奔敌军而去。如此这般，以一挡百，翼王呢，杀出了重围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擒贼先擒王。只见翼王手中的长剑一出，敌军将领手中的长枪呢，便被挥去。待这个敌军将领回过神来，翼王手中的长剑已经架到他的脖子上了。这位姑娘，是你讲啊，还是我讲啊？啊，你这是要诚心抢我的饭碗呢？我只是觉得您刚才讲的跟事实不符，所以就多嘴了几句。不好意思啊，您继续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锦觅，你怎会知道翼王这么多事情？哦，我呢，前阵子陪着翼王演戏的时候，我听秦童讲了这些战场上的故事，我就记住了。然后呢？你被他们围攻以后发生了什么？水。哦。皇上，臣有事禀报。你先回去吧。皇上，您后面的故事还没说完呢。咱们病入膏肓的戏码又不是一日能演完的，左右你明日还来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欲知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好吧，那臣告退了。圣女，您可回来了，还请圣女速速随我去看一看王上。王上，王上怎么了？圣女过去一看便知，请。王上只需圣女一人前往。
来有何事啊？过来坐。哦。哎，坐这儿来。你不是喜欢做凤凰灯吗？今日我们便做一盏。嗯。臣不会做凤凰灯啊。我会啊，你只要辅助我便可。嗯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啊。皇上，臣给您拖后腿了。你也知道啊。不过这样子也是勉强能看的嘛。这是你我携手做的凤凰灯，我可否留着？当然可以。这么丑的灯，可千万别送我。这盏灯是不能送你了，不过随我来。地分开，相隔万丈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思量，写一封情书，一出间作为开场，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。这些凤凰灯都是送给你的礼物，你可喜欢？人世间如何慌张？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哪里？这些凤凰灯是我初学的时候做的，做得不好，本来想扔掉的。这些灯全都是你做的吗？长弹奏着月光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许愿的地方，种下一朵红莲，把时光燃烧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每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
姬盏你若是不喜欢，以后扔掉便是了。我喜欢，我全都喜欢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不行，锦觅，你要清醒一点。他是翼王，你是圣衣族的圣女，你怎么能对他产生这般情愫呢？他为何笑得如此好看？一定是这几日思绪太过紧张，才会有这般胡乱的想法。回去吃颗定心丸就好了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声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锦觅，皇上，臣有些困了，先行告退。如此好时机又错过了，我方才是不是应该把他拦住啊？臣以为，王上方才应该拦住圣女。把这些灯送到锦觅院中去。郡主，我听说王上亲手做了整整1院子的凤凰灯。竟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那圣女而点。什么？他？想不到我竟想瞧了他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在这世上，谁也不能夺走我的表哥。穗禾公主，在下奉天后之命，特来开启公主的记忆，得罪了。锦觅，就连在这俗世，你也要与我争续凤。属下刚才冒犯了。为何锦觅那贱人还在这世上？属下无能，把灭灵剑弄丢了。就算没有灭灵剑，你也要给我想办法灭了锦觅。我绝不能让他和旭凤在一起，听到没有？是。董瑞喜一出，侯爷放心，他不会再给侯爷造成任何威胁。做的是否干净啊？副相虽有怀疑，但也找不到丝毫证据，已经以董瑞喜畏罪自杀定案。爹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爹，如今旭凤表哥身体安康，我与他的婚约也该提上日程了。穗禾呀，爹，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但经过此番幕府会议，再想将表哥拉下王位可就难了。但你若将我嫁与表哥，将来我为表哥诞下子嗣，这孩子便可以唤你一声外公，你依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利。穗禾如此执着，不如便成全他。如今翼王与我势不两立，若他真能驾驭旭凤，我还可保得势力；若旭凤执意不娶，再起兵也不迟。爹，臣
臣拿你没办法。好，这几日我就找人递折子上去，催旭凤早日成婚啊！成全了你这一片痴心。还是爹对我最好了。爹前几日将你禁足房中，没怪爹吧？以后再也不许管我了。好，不关。昨日还想拉本王下位，今日就一个接一个的送来奏折，让本王记着与穗禾的婚事早日传承子嗣。这个南平侯还真是有法子让本王上火。不过臣以为，诸位大臣说的似乎也没错。王上年岁不小了，也确实该成个家了。他们不懂本王的心思，你还不懂吗？可是末将听老人们说过，如果男子久不近女色，容易什么呀？容易像王上这般上火。金东，你最近操心的事儿可是越来越多了。王上，圣女刚刚递来了折子。你说本王该放他走吗？这就要问问王上的心了。这灭灵剑竟然还未落下，旭凤，看来这便是天意了。啊，你在看什么啊？啊，月下仙人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老夫啊，担心凤娃和小锦觅，所以特来此处瞧一瞧。不知颜佑君又为何在此处啊？我和锦觅是老朋友了，特地来看他是否安好。你有所不知，我趁凤娃走时啊，扯了一条红线，将她与锦觅绑在一处，也不知今日二人是否绣得共枕眠了。凤娃怎的这般愁眉不展啊？你可知道她在为何事发愁？这怀乌的南平侯有个女儿，名曰穗禾，她与旭凤有一纸婚约。如今朝中诸位大臣纷纷递来折子，让他俩早日完婚呢。穗禾？哪个穗禾啊？莫非是那鸟族公主？啊，不妥，我可不喜欢那个穗禾，她怎么能配得上我的凤娃啊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或许可以帮旭凤。快说给老夫听听。啊，好，就这么办。颜佑君果然有创意。金东，去拿几壶桂花酒来。王上怎么忽然有此雅兴？从战场归来之后，还从未见王上饮过酒。此仗难打，需要壮胆。臣这就去备酒。请求回圣医族的折子递上去也有几日了，为何丫丫一直没有回音呢？若是再留在此处，我该如何安放这份心意呢？倒不如远离此地，从此一别，思念一生。
今日南平侯联合众大臣上书，敦促本王尽快与穗禾成婚。王上文韬武略，郡主金枝玉叶，佳偶天成，是件好事。好事。王上，臣请求回圣医族的折子，不知王上是否看到了？王上曾允诺过我一个心愿。我以为你想要的是一道不必殉葬的赦令。百年族规，臣不敢逾越。初次见你的双眼，我就觉得非常熟悉。其后日日与你相对，即便痊愈了，我也不想离开。我回来后，本想先稳定朝局，再去寻你。怎料到南平侯先把你招到了北岳山庄，我是又喜又怕。喜的是能早日见到你，怕的是你在这里会有危险。宜昭为圣女，一生不可移。臣活着是王上的人，臣死了是王上的死人。这是圣医族百年之族规，生死相托。什么生死相托？我不要你为我殉葬，反而我要让你好好活着。我不要你做我的什么活人死人，我只要你做我的人。臣自然是不愿意殉葬的，但若坏了族规，不用等到殉葬，臣怕是活不过明日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自有办法让你脱离圣女这个身份。死遁，你只需装病几日，随后撑死，然后我把你秘密藏于民间，过些时日，再以官宦之女的身份把你接回宫中。不可！纵使王上有1000种法子保我，圣医族也会有1001种法子将我处死。难道本王要养圣医族的婢婢吗？圣医族让你给本王陪葬，那本王就让他们给你陪葬。王上，万万不可！臣从小寄情于医术药理，过去如此，将来亦如此。况且王上从来没有见过臣的真容，臣面纱下其实粗鄙非常。我在你眼里就这么肤浅吗？不，王上在臣的眼里是明君。可王上有王上的天命，臣有臣的天职。夷王跟圣女在一起，破坏了规矩。若是被有心人抓住了把柄，便成了王上的污点，对王上不利。我对你的这份情谊，在你眼里竟是个污点。王上不该断章取义，臣只是觉得王上应以大局为重，为天下百姓缔造出一个太平盛世。为百姓创造太平盛世，和与你携手相伴有什么冲突？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那么不值得托付吗？你的折子，我是不会批的。看来王上罪得不轻，臣去为王上熬一碗醒酒汤吧。你不必走，我走。
臣以为，王上久未成婚，膝下无子，确实难安民心，应当早早成婚，再多纳几位妃子充盈后宫，绵延子嗣才是啊。后宫空置，非明君所为。以老臣之见，纳妃之事倒是不急，早立后位才是正事。梁国今日蠢蠢欲动，亡我怀吾之心不死。南边的屠人，北边的霍洛人，屡屡侵犯我怀吾，挑衅我们忍耐的底线。如此时局，本王焉有心思考虑婚事啊？可是王上，这些敌人一日未除，四海一日未同，本王便一日不娶。王上与小女的婚事乃先王所定，如今王上竟然身体无恙，理当为国考虑，早日大婚，传承子嗣才是。不早了，退下吧。臣告退。圣女，今日我听闻南平侯和副相催翼王大婚，可翼王竟说那些个敌国一日未统，四海一日未平，他便一日不娶。没想到翼王如此铁骨铮铮，这坚韧崇高的信念，真让人佩服。小心烫！啊，你递上去的折子，王上可准了？那你还想在这儿待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王上有那么多大事要忧心，估计一时半会儿顾不上我们。你倒是住得舒服，你可知？你到底还想不想回圣一族？若是回去了，此生还有机会与他相见吗？在这里多待几日也无妨嘛，无妨的。慢走啊！郡主，其实这些事情您大可吩咐我们来做便是，何必您亲自前来呢？与表哥的婚礼是我期盼已久之事，如今婚期将定，我自然希望亲力亲为，让一切都完美无瑕。郡主对王上一片痴心，日月可见。日后王上定会好好宠爱郡主的。凡间为人不过短短一瞬，但能先架上薛峰一回，也好。
佑，你想做什么？看来你的仙家记忆已经开启了，可惜了，我还是喜欢前几日那个又傻又天真的你。定。唉，虽有记忆，却还是凡人肉身。穗禾公主，你应该不会料到，有一天会这般落在我手上吧？叶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对你做的事情还多着呢，该从哪里开始好呢？带我重返天庭，定让你好看。好看？我已经够好看了，不能再更好看了。我怕天上地下那些女子啊都受不了。你无耻！无耻？我无耻？哈哈！要论无耻，我可不及你穗禾的1/1000。想当年你在天庭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我可是记得一清二楚。今日我们两个就来好好算算。颜佑，什么？郡主不见了？原本郡主还在车中与奴婢聊天，可是不知怎么奴婢就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，车里就没了郡主的身影。秦州在，马上派人全城搜索，务必找到郡主。是。哎呀，红红啊，红红，这明明约好的，这人到哪儿去了？哎，连翘，连翘，来，老胡，怎么啦？你是否知道月下仙人他到哪里去了？他说等不及你，要去凡间给锦觅和他的2侄子牵红线，让咱们自己玩。我跟你说，就这个老狐狸，他想起一出是一出啊！他，哼！皇上，南平侯府来报，穗禾郡主失踪了。南平侯希望王上也派人一起寻找郡主的下落。这又是搞什么名堂啊？罢了，穗禾与他爹不同，你派人去寻一寻吧。不用寻了，郡主此刻就在山庄。什么？方才跟一个叫扑哧君的男子一起来的，说是有事，请王上做主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哎，你说旭凤会成全我们这对苦蜜鸳鸯吗？颜佑，你若再不放开我，待他日回到天庭，我定要你付出100倍、1000倍的代价。反正，在你的精心计算之下，我早就已经是个戴罪之人了，多一罪少一罪又何妨呢？更何况，能在凡间与你双宿双栖一回，我倒是欢喜得很。表哥，从现在开始，可不能让你再开口了。这位就是扑哧君吗？小名扑哧，见过翼王。你此番求见本王，有何要事啊？小名乃是南平侯府的一名食客，因缘际会之下与穗禾郡主相识。虽然我们身份地位悬殊，但是我与他一见如故，相见倾心。我知道王上与郡主有婚约在身，我本不该对穗禾郡主生出非分之想，可是情爱一事，又怎是理智可控呢？如今我与穗禾郡主真心相爱，还望王上成全。穗禾，你也倾心于这位扑哧君吗？嘿嘿嘿，该我出场了。表哥，
表哥，我与扑哧君是真心相爱，还望成全。严佑，你居然还有帮手，竟敢对我视傀儡咒！待他日回天庭，我定要将你与你之帮手挫骨扬灰！哎呦，老夫这腰，老夫这腰！皇上，此番我来到此地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皇上若是要治罪的话，只有扑哧一人便好，切莫伤害郡主。这不是穗禾郡主吗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人活短短一世，能遇到两情相悦之人，却是幸事一桩，绝不能轻易放弃。既然你与穗禾真心相爱，那本王便成全你们。今日，本王便取消与穗禾的婚事，还穗禾自由之身，由他自由选择夫婿。皇上英明，多谢皇上成全。起来吧。穗禾以后，定与扑哧相亲相爱，不辜负表哥的成全。这穗禾郡主不是一直痴心于翼王吗？怎的突然与府中食客相好？而且这翼王竟然大方地成全了他们，真是比戏文还精彩。哎，不去听说书了。这么精彩的戏都看过了，还听什么说书啊？走吧。起来吧。此计果然妙哉！我们走吧。侯爷，怎么，郡主还是什么都没吃吗？没有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我的乖女儿，你好歹吃点东西呀！你这个样子，爹实在是心疼啊！你放心，爹已经在全城通缉那个扑哧。你说，你是让爹把他凌迟处死，还是五马分尸？你们是抓不到他的。你这是在怨爹此番办事不力，可爹也没有想到，这个扑哧竟然如此的狡诈无耻！哎，这也许是翼王买通了那个扑哧，演的一场好戏。此事与旭凤何干？好，无关，无关。这些凡人真是愚蠢。女儿啊，你到底要爹怎么做，你才能高兴起来啊？如今身在凡间，也只能靠他了。爹，你该明白女儿唯一的心愿是什么？爹明白呀，哎，可爹又不明白了，你为何与那个扑哧去请翼王给你们赐婚呢？现在翼王下旨毁了你们的婚约，此事已成定局，爹又能如何呀？哎，爹去想办法好吗？哎呀，你先吃点东西好不好？听话。走，来人，把郡主的饭端上来。绝不能让穗禾再这般痴迷下去。曲中，速将此信送到梁国，越快越好。是。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你如此的伤害穗禾的心，我岂能饶你？此番梁国出兵，你亲自出征之时，就是你的死期。
皇上，圣女正在午休，她这几日乏得很，皇上还请回吧。本王到底哪儿做错了？是不是王上前几日借酒壮胆，本想酒后吐真言，结果弄巧成拙，成了酒后失言？你倒是说说，若是你的媳妇儿不高兴了，你该如何哄她开心呀？那就要看看媳妇儿不高兴的程度。若是一般的不高兴，买些新鲜的小玩意儿哄哄便可；若是特别的不高兴，你当如何呀？那就买些更贵的小玩意儿。你当圣女是寻常女子吗？不敢。你先退下。臣告退了。等会儿，把那些新鲜又贵的小玩意儿都替本王找来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如此绝情？刘盈，你我终是殊途，没有我，你会过得更好。说什么一刀一刀亲自刻上，说什么千年万年不会忘记的回忆，都是在骗我。皇上不喜欢？皇上也不中意？那臣再去搜罗些其他小玩意儿，这些我先撤了。留下。
胆小怕事，缩头乌龟。这是何物啊？皇上，这是龙鳞。龙鳞？嗯，这是一位放路的神仙所赠的。神仙？嗯。男神仙还是女神仙？男神仙。这世上哪有龙啊？我看你是被骗了吧？不可能，臣亲眼看过好几次，绝对是货真价实的。亲眼所见？你们见过几次啊？王上这么紧张干什么呀？我哪有紧张？皇上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他召唤出来。不准啊！以后都不准。本王已经下旨了，举国驱除方士，你可别破坏了国家法度啊。是。书上说，一条龙的逆鳞只有咽喉下的一片是月牙状的，可是龙之逆鳞，拔之将死，触之必怒。有哪条龙会傻到让人去碰？又有哪个不怕死的会去拔呢？这个骗子连龙鳞都做得那么不走心，亏得你信。是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王上就把这个还给臣。既然你说这是龙鳞，全当它是吧。我觉得它挺配本王，不如你把它赠予我吧。不可。臣的这位朋友乃是神仙，他好心相赠，臣再把他赠予王上，这不合适吧？还你。小乌龟，你不把龙鳞赠给我，我可没你那么小气。这个送给你。谢谢王上。你觉得他像不像你啊？像。啊？像我？像吗？像。来而不往非礼也。你不把龙鳞赠我，我却赠你一只小乌龟，那你得送我点别的东西吧？那王上想要何物？其实也没什么东西，我想要的只有一物。何物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让我好好想想。双花，我以为我们再也见不到了，没想到你又出现在我的梦里了。这不是梦，锦觅，只有你能帮我出去。我想去告诉那个人，我爱他。爱到底是什么？爱便是你时时处处都想跟那个人在一起。他笑的时候你会很开心，他哭的时候你便会伤心。纵使你被禁锢，你也会不顾一切冲破这枷锁，去到他的身边。我对王上仿佛也是这样的，那你便是爱上他了。我爱他。锦觅，锦觅，锦觅，你醒醒！羌活，
咱们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啊，你都已经醉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你弄碗醒酒汤喝。万一一会儿一王召见，看见你这副模样，可如何是好？我没醉，我一点都没醉，而且都这时候了，一王肯定不会召见我的，绝不可能。来，我们继续喝啊！圣女，王上召见。这么晚了，王上何时召我？圣女一去便知。好戏开锣，观者速速就座。寡人怀吾一王是也。近日闲来无事，入山行猎，猎得梁国伏兵200。奴家圣衣族圣女是也。近日闲来无事，入山采药，采得怀吾国主一名。好。大胆狂徒，何人派你轻薄寡人，剥寡人的衣裳，偷袭寡人的前胸后背？我问你，可是南平侯啊？哎，不对不对，那个时候，王上又聋又哑的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怎么会说话？这情景不对。翼王心想，你这土匪，奴家好心救你，为你更衣疗伤，你却这般报答我，简直就是个炸了毛的乌鸦。那奴家就换你丫丫吧。医者为何以杀覆灭呀？王上，奴家丑。无妨，本王瞎。哎呀，那如此看来，王上与奴家真是蜈蚣配蝎子，杜仲配牛膝，天造地设，天下无双啊！小乌龟，你觉得他像不像你？像。你不把龙鳞赠我，我去赠你一只小乌龟，那你得送我点别的东西吧？那王上想要何物？你好好想想吧。让我好好想想。本王在你面前装过聋，做过哑，再当回瞎子也没什么。可是你说的，王上别被吓到才好。你饮酒了？一点点。可喝醉了？我刚才是不是特别丑？有没有吓到你？太快了，没看清。那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思量，写一封情书，一竹简作为开
1000年一行，1000年10000年，从此两不相忘。人世间你不怕死吗？我虽然贪生怕死，但是我更喜欢你。你说什么？我喜欢你。再说一遍。皇上不是半瞎吗？怎么这会儿装聋了？本王想知道，是你喝醉了，还是我在做梦？如何？看来不是本王做梦，是圣女在耍酒疯。我没有醉，我只想让你牢牢记住我说的话，听清楚了。我喜欢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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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你。我去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王上，前线急报。那我先走了。锦觅姑娘，润玉今日不请自来，有些唐突了。无妨，本来我想过几日请润玉先来的。上次不是跟你说好了一起赏昙花吗？可是那日晚上不知怎么就睡着了，实在抱歉啊，润玉仙。今夜这事闹得有些大了，我必须要消除你们所有人今晚的记忆。姑娘不必介怀，来日方长。润玉仙，我醒来以后发现手边多了这朵昙花，是不是润玉仙种的？正是，我还以为姑娘要采集昙花治病救人。不愧是神仙，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。不过我的那个病人已经痊愈了，所以就用不着了。择日不如撞日，那今天呢就借花、烹茶、敬仙。润玉仙，清香甘冽，真是好茶。哎，对了，之前润玉仙说，那位仙子曾经答应过你，跟你一起赏昙花，不知近来可好啊？她呀，此刻正在人间历劫，有些辛苦。不过好在人间不够弹指100年，她应该很快就能回去了。能让润玉仙念念不忘的，那定是位精彩绝艳的仙子吧？她和锦觅姑娘一样，十分善良。你的尾巴可真是无与伦比呀！
我自小丑陋，面目可憎。他是这几千年来第一个见到我真身的，竟毫不嫌弃，还待我和旁人一视同仁的人。以后，每当我最彷徨、最无助的时候，也每每得那位仙子指点迷津，我心中很是感激。长成这样叫面目可憎，你们神仙未免也太谦虚了吧？我跟丫丫说我长得丑，按照神仙的标准，其实是一句大实话。不知润玉仙心仪的那位仙子得美成什么样啊？锦觅姑娘，其实润玉今日前来是有一事想要请教姑娘。烧伤？何许程度的烧伤？伤在何处？患者多大年纪？大概伤了多久了？是一位关系与我十分密切的长辈。几千年前，他被烈焰烧伤了脸部。这位长辈今年19800岁整，尚属年轻。19800岁？哇，我出道至今从未给如此高龄的患者诊过病啊！神仙也会生病烧伤吗？天界有医者吗？神仙也会烧伤，也会生病。其实，我很想为这位长辈做点什么，只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不便请岐黄仙官出面诊治。今日前来找锦觅姑娘帮忙，也是抱着万一的希望。看来那位神仙对润玉仙来说极为重要，说什么也得帮帮他。润玉仙，请稍等。这个是红玉生肌膏，这个是血洁生肌膏，外敷1日3次，可以去瘀定痛、止血生肌的功效。不过，我不知道那位仙人具体病症，手上只有2件对症药，姑且都拿去试试吧。我果然天赋异禀啊！出道至今收治的第1个病患是王，第2个病患是神仙。神仙呢，说出去都没人信。那润玉谢过锦觅姑娘了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若没效果，再来找我，我另外再配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带你去见那位长辈，他见到你，想必也会十分高兴的。好说好说。天快亮了，那润玉就先告辞了。哦，告辞了。知道我养了个白眼狼，阮玉跟他的母亲一样可恶。参见天后。齐渊，你先前说是颜佑抢了灭灵剑是吗？是。颜佑怕是素离派来对付旭凤的，你立刻将那灭灵剑找回来，千万不能让他们加害旭凤。是。夺回灭灵剑之后，将那锦觅杀了，别忘了你最初的任务。齐渊明白。你见到刘英了是吗？回天后，属下的确见过刘英。天后您放心，属下心里明白该怎么做。见到他之后，就情难自已，想要与他双宿双飞，对吧？属下不敢。只要你把锦觅的事情办妥，本座倒可以考虑考虑。你俩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世界天残，那些小虫子，本座自有办法。齐渊谢过天后。
他已经回魔界了吧？你为何还要回来？你口口声声说让我忘了你，可你又何曾忘了我？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淡去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木慈，你看这景象，像不像我们曾经在魔界看到的景象？哎，你已经打得够多了，这只是我的。事与愿违，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淡去不回。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在哪儿啊？山东。会随花香远飞，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公主没事吧？你抓着我干嘛？木慈怕公主受到伤害，唐突了，公主。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留着去跟父王讲吧。我要听你的真心话。木慈的职责所在嘛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让你受到半分伤害。那你是不是说你喜欢我？公主，公主莫说笑了。公主千金之躯，木慈怎敢有非分之想？那我对你生出了非分之想，又该如何？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一念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。公主，木慈知错。若你觉得这是错的，我愿意这一生一世都与你错下去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前尝新酒余味。一壶清时候不早了，公主，再不回去，王上该着急了。哎，我手环怎么不在了？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明明带着的呀。这是我娘亲的遗物，你帮我找，这对我很重要。
对不起，我没找到。别说话。好美啊！丢了你娘亲的遗物，如何是好？不是找不到，根本就没丢。其实，我只是想与你在一起，多待一会儿。木慈，幽冥之怒后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又去了哪里啊？当年幽冥之怒现世，木尊发现我是灭灵族后人，说我是不祥之人，会殃及魔界众生，便将我囚禁于余渊之中，受罢寒罢热之苦。若不是有人相救，恐怕我早已魂飞魄散。救你的是何人？你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可是因为你恨着魔界。你若是因此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那我便不做魔族公主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想做一个同你朝朝暮暮的寻常女子。不如我们就在这凡间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我们俩携手游遍凡间的万水千山，好吗？你要知道，如今我无法给你任何承诺，我该走了。我知道你如今做那些事，并非出自你的意愿。你有任何苦衷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对不起。我没有罪，我只想让你牢牢记住我说的话，听清楚了，我喜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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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锦觅，王上，可会下棋？略懂。梁国突然集结兵力进犯怀武，明日我便要亲自出征，迎战梁国。梁国突然集结兵力进犯怀武，明日我便要亲自出征，迎战梁国。王上，听闻军中将领人才辈出，为何不给他们多些机会，
让他们也当当主帅，过过调兵遣将的瘾呢？为何呀？臣只懂得弄药，不懂得打仗。但是有一句话臣还是知道的：将军百战死，壮士10年归。虽然我知道战神的名号，所向披靡，无限风光，但是刀剑不长眼，世事难料。臣甚是担忧。我终于听到一句你由衷担心我的话了，说明我也不是全然未入你心，是不是？皇上，该您落子了。锦觅，答应我，等我回来，做我的王后可好？皇上，臣命薄福浅，只怕无负消收义王后的福泽。你为什么总是在我面前装模作样呢？那日你醉酒的样子，可讨人喜欢多了。锦觅，你为什么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心，为自己活一次呢？你相信我，我定会有法子把你留在我身边，让全天下的人说不得半句闲话。这一次，我也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。人世间如何慌张？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弹奏着月光。锦觅姑娘，锦觅姑娘，锦觅姑娘，润玉仙。你可知你所中之毒已深入骨髓，心脉受损？我知道，这就是我的命，我接受。润玉仙，切莫为我悲伤。虽知你此番便是为历劫而来，却终究不忍看你这般受罪。即便你不是你，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定会替你揪出歹人，以牙还牙。万万不可！润玉仙，锦觅无心报复，人各有命。若润玉仙真的想帮锦觅，可否满足锦觅的一个要求？可是你这毒，连神仙都无力回天。锦觅所求并非自己，而是义王。他马上要御驾亲征了，润玉仙可否保佑他平安归来？你可是对旭凤、对医王生了情？我只知道，若是他，我愿意为他殉葬。可是若换成别人，我是万万不会接受的。义王并非凡人，定可化险为夷，你不必替他担心。真的吗？
解你的痛楚也好。锦觅，唯有你，我绝不会放手。我们只能从这几个点突破敌人的防线。那在山上和山下，我们都要驻守精兵，以防敌人在夜间突破。启禀王上，何事？说啊。穗禾郡主来了。什么？表哥，你一个女儿家来军营做什么？表哥，穗禾虽是一介女流，但亦是怀吾儿女。如今边境告急，身为怀吾子民，亦想为国出力。战场绝非儿戏，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秦东，送郡主回去。穗禾当初研读兵书，表哥还曾夸过我。如今穗禾不过是想为怀吾做些事，为何表哥不允？此番穗禾已打定主意留在前线，与怀吾的将士、边关的百姓同甘共苦。就算表哥要送我回去，我也会再来。秦东，保护好郡主。多谢表哥。想不到穗禾郡主就有这般谋略，在下佩服。林将军过誉。郡主，林将军并未过誉，穗禾郡主真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豪啊！诸位辛苦了，今夜早些休息，明日卯时我们便出发，争取尽快到达边关，同于丽他们会合。是是。表哥，你觉得我的计策如何？纸上谈兵自然是容易，难的是在战场上的决断。好了，今天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秦东，你去为郡主安排一个营帐。是。啊，对了，你来此处，你爹可知道？自然不知，这可是秘密，表哥可要替我保密。那扑哧君可同意？表哥，我已经与你解释多次，那厮善用鬼魅邪术，穗禾那日是被傀儡之术牵制，所说并非我真心话。穗禾心意朝朝在目，众人察察。表哥若是不要我便自行了断。哎，齐大人，翼王那边未发现任何异常。是。侯爷，都安排好了？都安排好了。他的大队已然先行赶往边关，翼王和他的一小队人马，明日行军必然经过安远关。哼，那里的地形对我们伏击非常有利呀。此乃天赐良机，此次我定要他人头落地。
这花开得多好看啊！锦觅，把药吃了吧。强火，可是清月。保护翼王，保护郡主！此乃我怀吾境内，梁国不可能在此地埋伏。停止放箭！穗禾怎么在这儿？侯爷，这机会不能错过，吩咐下去，千万不要伤了郡主，剩下的全都要杀光。是。起来。除了清月，我实在不知道还有其他无色无味不被我第一时间察觉，又不是我的脉象异常，缓缓的致命的毒药了。枪火万死，正是清月，只是枪火不知。只是你不知，我的身体对清月有着强烈的、异常于他人的反应吧。其实连荆棘姑姑都不知道，这些年来，我瞒着你们所有人去试药，试药3分毒，如今我的身体里流淌的早已不是血，而是毒了。万物相克，以毒攻毒。本来我身体的这些毒素都已经达到平衡，这些毒对我来说早已无害，只是清月性火，过量缺寒，会把我身体里有的平衡全部打破，一朝爆发，身体里这些毒素便再也控制不住了。那圣一族的族规，你比我更清楚。那你为何还要？秦明，你我2人是姐妹，我不可能害你。我给你下毒，只是希望你能有所察觉，尽早离开这里。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傻，我又不敢跟姑姑提及此事，强火，我不怪你，也不怪姑姑。圣一族的族规高于一切，我是圣女，是我破坏了这个规矩，我不该动情，我本该就是死。
那义王有什么好的？你明知会如此，却还倾心于他。我知道，你并非是看重皮相，轻易会被迷惑的女子。是啊，义王究竟是哪里好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哪里好，却又觉得他处处都好。锦觅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盘缠，还有随身的衣物。我真的不想置你于死地。锦觅，你快走吧，再也不要回到这里，不要回到圣医族。我知道你制药之术，天下无人能及。你既已知道是清月之毒，就一定能解了这毒性。我不走，千火，这一次我要以锦觅的身份活下去。我不是圣女，我是锦觅，我愿意一命相还。爹，你要做什么？穗儿，刀枪无眼，你快过来。穗儿，你为何为了一个心里根本没有你的人而如此的执迷不悟啊？如果他真的在乎你，他早就娶你了。你先命他们撤下去，我便过来。哼，撤！来，到爹这儿来。蚁王，看见了吧？我的女儿就……爹，这一世你对我的好，随和记得。你是一个好爹爹，但可惜与许凤相比，你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凡人。侯爷，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南平侯府的人听着，若你们此刻放下武器，跟随翼王上阵杀敌，休可将功赎罪。此番行刺翼王之事，一概不予追究，否则论罪当诛九族。我不知道爹会做出这等弑君篡位之事，
上刚刚击退两军，要不要休息一晚再走？表哥，去吧。表哥，我爹已经死了，如今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。我知道，此番你为怀吾做的事情，我记在心里。日后有何难处，我绝不会坐视不理。穗禾只有一个难处，便是如何让表哥心甘情愿娶我为妻。表哥可是还介意我与蒲池君之事，那本就是个误会。我对表哥一片痴心，天地可见。穗禾今生今世非表哥不嫁。穗禾，浮生若寄，表哥若是不答应，穗禾也不愿再苟活了。穗禾，本王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没办法再容下其他人，所以今后我会把你当作亲妹妹一样。表哥心中那人可是锦觅？是。为何是她？她是圣一族的圣女，你和她是不会有结果的。表哥，从小我便倾心于你，为你做了那么多，连我对你真的要对我如此绝情吗？穗禾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为我做的事情，我心下感激。但是也让我不寒而栗。我知道我无以为报，若是今后你处于危险境地，我定以命相护。但是娶你一事，我实在无法诺你。表哥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锦觅她到底有什么好？好的让你天上地下都追着她不放。穗禾，因为这几日之事你心绪不稳，我们改日再说。王上怎么没有卸甲？马备好了，备好了。我还挑选了一队精兵，护送王上回山庄，把郡主送回去。锦觅，我绝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是不是又在做梦了？不是吗？回来了。想早些见到你。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听千火说你是上火了。你知道，我一向不相信他的医术，更何况看见你现在这般虚弱，我更加不相信你是上火了。你不会是整天研究那些奇奇怪怪的药，染上毒了吧？锦觅，你自己是什么症状，你最清楚了。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了？王上，千火虽然没有医术高明，但怎么样都是我圣一族的人啊。其实啊，我就是上火了。这上什么火能让你虚弱成这个样子，还咳得这么厉害？我虽然不精通医理，但你不能骗我。唉，臣怎么敢欺瞒王上啊？其实，臣自幼便是易上火的体质，吃一颗荔枝就会晕过去。但是臣善于用药啊，所以臣就研制了
一种药方，可以根治此症状。刚才臣想要试此药效，故而吃了一串龙眼，谁知道就直接眩晕了，让皇上见笑了。药在哪儿？吃几个？3颗。快吃了。快躺下，好好休息。皇上，我没有骗您吧？我吃了这个药，现在已经好很多了，臣没事了。要不然，我陪你去院里遛遛弯，或者陪你下盘棋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能再这样吓我了。皇上，您莫不是从战场上直接回来的？是又如何？唉，以前只听过王上战神的威名，却从未见过王上身着戎装的样子。果然如他们所说，好看。穗禾公主，有何吩咐？你将这封信亲手送到梁国主君手里，我许他里应外合，灭了怀巫。有了这封信，梁王定会亲自出征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一定要保证此事不出差池。我刚才明明感觉到了木慈的气息啊！是。梁国主君一旦亲征，旭凤便定会亲自迎战。他离开北苑山庄之时，你便替我灭了锦觅。原来他的目标是锦觅。就算没有灭灵剑，先让他回了天界重启历劫也好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公主且慢，天后之前吩咐属下，务必先寻回灭灵剑。她担心有人会利用此剑对二殿下不利，所以公主此番安排，天后是否知道？若是如此，你将此信送达之后，便到旭凤身边去。若真有人拿灭灵剑对旭凤不利，你便可趁机夺下那灭灵剑，杀了锦觅。是。当日你不告而别，竟然是为了对付锦觅。锦觅是我的朋友，我不允许你伤害他分毫。木慈，这些年你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对锦觅下手？如果你有苦衷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帮你的。你若执意要杀锦觅，便是我的敌人。如此可好。
求魏尚儿殿下分号。锦觅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锦觅，你爹是疯了，居然吃下3颗无阴。这是唯一能够压制清月症状的药，可这也是剧毒之药，如此急功近利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我跟他在一起的时日不多了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看到我是如此的病容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忧。以前我觉得你是这世上挺聪明的人，可如今看来，你根本就是个傻瓜。锦觅，锦觅，锦觅，参见王上。王上，圣女正在换衣，请王上在院中稍等片刻。好。皇上，您又要去前线了。本以为这次击退梁国，他们短时间内不会再有动作了，可谁都没想到，这一次梁王要御驾亲征，所以我也不得不再应战了。皇上，我恐怕等不到了。怎么？你等不了这几日？我原以为你过去那般执拗，我们怕是要耗上一生。我还以为要等到我们比肩于亡灵之中，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才能来临。但如今，你愿意等我，愿与我携手未来，这幸福来得太快，像做梦一般。锦觅，你真的愿意永远跟我在一起，做我的王后吗？我愿意。可是你答应世人的话呢？四海一日未同，你便一日不娶。统一四海跟娶妻有什么关系啊？还不是当时你倔，我为了堵住群臣们的口，得找个借口嘛。但是现在，我真的想立刻昭告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就是我的王后。我既已答应你，我便会永远在此处等你。你不是还要为我谋划如何摆脱圣女这个身份吗？我们有一世的时间，不急于这一时。不过什么？我做你的王后，可是你最大的福气。以后你莫想再纳妾，连多看别的女子一眼也不行，知道吗？这当然是我最大的福气了，我怎么舍得将眼睛离开你呢？可是你到现在都没有见过我真面目，怎知眼睛会移不开？万一觉得我长得难看，你后悔呢？要不要我现在摘下来？不用，你便是再难看，也别想掏出我的手去。此刻无需摘下面纱，等到我们大婚之夜，将你的红盖头挑去，那时候你就是我的丑婆娘，想逃也逃不掉了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对你据实相告。皇上，安心征战。
王上，你该启程了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浅尝新酒余味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，一年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，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那日我虽然醉了，所做之事有些唐突，可是我并不后悔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，再回首浅尝新酒余味。一场回忆，生生灭灭，寥寥心扉，再回首浅尝新酒。锦觅，我一定不会让木慈伤你的。想不到锦觅这一世历尽，竟如此幸运。刘英，他也来了。想必刘英也是担心二殿下的安全，所以大家目标一致。这世上到处都是自作多情之人。依属下看，要说对二殿下痴心多情，还当属穗禾公主。不如先把正事解决了再说吧。速战速决。他们胜利的鼓声。
大败梁国，王上与他们主君签了停战协议，永不再战。那便好，那便好。江火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亲口告诉他，我并非食言。执迷不悟吗？我不杀他，木子便永远都回不来。杀了他，你才回不来。锦觅，快！对不起，不要怪我。死生有你相伴，我很开心。若有来生，我们还做朋友。轻轻吹散，天地分开，相隔万丈。那家伙，又能怎么样？月光连接了家伙。写一封情书，一出间作为开场。万年一段，千年一行。这几千年来，有你的陪伴，我很开心。若有来生，我们还做朋友。找到没生相遇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等待，一起看斜阳。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相爱的地方，我会在那里歌唱，弹奏着月光。柔柔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没生柔柔是你吗？
柔柔，锦觅，我也都想起来了。我知道，你之前一直把我的真身带在身边，你做了很多的事。此生，你又多给了我一世的时光。我误会了，真的。看来我这次是真的要走了。你答应我，不要为我悲伤。走着月光，我在情书里找到每声许愿的地方，种下一朵红莲，把生命燃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救了我2次，可我始终留不住你？为什么？木慈，我说过，你若再伤锦觅，你便是我的敌人。我今天不会让你走，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弄清楚。公主，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再追究了，否则只会让你自己更危险而已。你如今还关心我的安危吗？随你怎么想。你与穗禾见面，可是在为天后做事。要么放我走，要么杀了我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难道我们的过去对你来说毫无意义吗？看来你我终是再不可能了，我不该再奢望。公主，自从我知道我跟魔族有不共戴天之仇之后，你跟我的那些回忆早就毫无意义了。我们的感情真的比不上你的血海深仇吗？我们远走高飞不行吗？什么血海深仇，什么魔族，我们都放下，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天上地下，唯有你我，再无旁人。公主，事到如今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爱你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从前到现在，你一次次的投怀送抱，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，又怎敢对公主说不？一个巴掌，换来跟公主的春宵一刻，值了。
他日再见。若你再对锦觅、对魔族不利，你便是我的仇人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我别无选择，但是公主可以选。忘了我。若是真放得下，忘得了倒也好。可是你明明知道，我根本做不到。走。表哥。表哥，不愿染是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却不回。但愿洗去浮华，淡去一身尘灰。再与你一壶清酒，话一世沉醉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谁敢听？不知是哪里出来的神仙还是妖魔，杀了圣母。我本想出手反击，但他们突然在我眼前消失不见了。给我查！是皇上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皇上保重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表哥，出去！一年来回，度余生无悔。一场春秋，生生灭灭，浮华是非。待花开之时，再醉一回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。愿这生生的时光不再枯萎，再回首前尝新酒余味。一壶清酒，一身尘灰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都一整日了。锦觅，你知道吗？这件凤袍是你初入山庄时我派人给你做的。每过一段时间，便依我目测你的身形修改，到现在修了有10次了。因为
因为我怕不符合你的身形。没想到你穿上这么合身。你说我目测的是不是还挺准的？只是我从来没给女子上过床。如果我要把你画得难看了，你千万别怪我。原本你不上妆的样子，在我心里是最美的。但是今天是你我的大日子，一切忍一忍，好不好？我们谈完之后，皇上，这上有一封信，交给副相。皇上，这酒本是为你这殉葬之人准备的，如今我们却颠倒了。你终是没有受诺，但我不能食言。我应承你的，一样一样都会为你做到。不愿染是与非，怎料事与愿违。心中的花枯萎，时光它去不回，回忆辗转来回，痛不可这心扉。愿只愿余生无悔，随花香远飞。
这9杯酒你不能喝了，为父替你喝，可好？反正被你折磨了这么久了，也不差这一生，这一命。这么一看，还真的挺像乌鸦的，不然以后就叫你丫丫。丫丫，怎么是你呀？皇上，好德如好色者，皇上请自重。何况臣的面貌……面目粗鄙，人艳诡气，我不在乎。等我回来，做我的王后可好？谢谢你，让我在蝼蚁一般卑微又渺小的一生当中，第一次知道活着的意义。我知道你定要说我，身为一国之君，如此任性地抛下了整个怀武。你放心吧，我已将一切安排妥当。堂兄之子袁熙，聪慧过人，胆识无双。有副相辅佐他继位，怀武未来无忧。只是不成想，最终却是我为你殉葬。我很满足。这下，你终于是我的丑婆娘了。只是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丑婆娘。我的肩膀不是摆设。你这个人，怎么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？那你以后可得看好我才行啊。